他本是一名法医，却因车祸穿越到了古代，成为了一名小镇遗孤。及笄之年，本该灼灼如华，他却坚定地踏上了复仇之路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子夜时分，一阵规律的铃铛声由远而近。打更的赵老头听到引魂铃的铃声，赶紧让出道来。一支送葬的队伍出现在了街上。打头那人戴着轻轨面具，左手举着一铃铛，右手握着一把引魂杖，口中振振有词。在他身后，4名青年抬着一口小巧的棺材，棺材上面还压着一火盆。夜里出殡的都是枉死之人，瞧那棺材的大小，应该还是个孩子。队伍从赵老头这边经过时，打头那位引魂者的目光扫过，看得他汗毛直立。这位老道长还真有些本领，也不知等我死后能不能请动他老人家引路。等队伍走远，赵老头擦了擦汗，这才从角落里出来，继续敲着更鼓往前走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3更时分，关门闭户。天将破晓，魏老道忙活了一夜，总算完事。他带着养女住在县城郊外，此刻远远瞧见屋里还亮着灯，魏老道满心感慨：这丫头准是又等了我一夜。10年前，魏老道从古里镇外把这丫头捡回来时，从未想过自己一个老道士还能给人当爹。推开院门，魏老道朝亮着灯的那间屋子走去，透过木窗瞧见养女正在摆弄一具尸体，心里咯噔了一下。兰兰，你又去乱葬岗捡尸体了？此人尚有一丝脉搏，还没有死透，算不上尸体。衣服回来了，锅里流了热水，还温着一碗粥。魏老道放下东西，走过去摸了摸那人的脉搏，还真感到有一丝微弱的跳动。还真有气，他这伤是怎么回事？全身上下只有这一处伤，凶器该是尖锐的不规则石头。所以他还能活？他失血多，能不能活看运气。这小子长得周正，若是能救活，给兰兰当童养夫倒也不错。义父，今夜下葬的孩子不是溺死的。不是溺死的，那是怎么死的？那丁家可是咱们青木县的首富。魏兰香没有回答，只是低头继续收拾工具。魏老道心里清楚，他们父女只是普通百姓，即便知道真相，也无力改变。兰兰，你以后想当仵作吗？大西王朝有女仵作吗？魏兰香前世本是一名法医，没想到死后会穿越到这个历史上没有记载的王朝。她从出生起就有记忆，还记得这一世的父母家人，记得古里镇的街坊邻居，更记得那一场惊天灾祸，全镇上下5000余人口全都死了，只有她和几个小孩活了下来。没听说过，可仵作是贱籍，你又是女子，若成了仵作，恐怕……再说吧。天都亮了，你赶紧歇会儿，我去厨房喝粥。魏老道转身离开，刚走到门口，木板上的男人发出一声轻哼：你最好不要碰伤口，否则大出血，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。男人的动作顿了顿，随后艰难地侧过脑袋，眼睛微微睁开一条缝隙，死死地盯着魏兰香。你是谁？你是我从乱葬岗捡回来的，目前没死，但能活几日不知道，好好休息。如果明日你还活着，我再告诉你我的名字。魏兰香说完便来到了院子，一夜未眠，等打了一套拳，反而精神了许多。这10年夜夜梦魇，不敢深睡。这茅草屋虽破，却是他穿越到这个王朝后唯一的家。他想起当年古里镇的灾祸，想起一起逃出的孩子，眼神里多了几分茫然。魏老道一觉睡到大中午，被饿醒了，他闻到了食物的香味，一咕噜从床上爬起来。这丫头的手真是神了，剖尸、绣花、做饭，没一样不精通。魏老道跑到后厨，看到魏兰香在用金贵的小麦粉烙饼，顿时眉开眼笑。哟，今天吃麦粉饼啊，这可是金贵东西。义父醒了，锅里还有紫菜虾皮汤。魏老道快步走到水缸边，用葫芦瓢舀水简单洗漱，随后迫不及待坐到桌边吃饭。父女俩这些年也赚了些钱，按理说不该住这么破，可他们俩都有一张挑剔的嘴，大部分钱都吃进肚子里了。天气热，我看家里的鸡都养瘦了，不如杀一只做叫花鸡吃吧。杀鸡可以，不过今日不吃叫花鸡，炖汤喝吧。魏老道这才想起家里还有个半死不活的，赶紧丢下碗筷，跑到隔壁准备看看人还有气没。魏兰香没有去理会那捡回来的男人怎么样，收拾好厨房，搬了把椅子，坐在院子里看起书来。看了半个钟，门外传来敲门声。你找谁？魏姑娘，奴婢是县城丁家的，我家夫人请您过府一趟。稍等，我交代几句就来。还请快些。魏兰香没让他等太久，和魏老道交代一声就出门了。魏老道也不知道他想做什么，但他昨天看见魏兰香趁丁府忙乱时往人家多宝阁上塞了一封信。魏兰香从小便是个主意很正的人，魏老道也不担心他乱来，便让他去了。另一边，丁府内，丁夫人正抱着儿子的小衣哭得伤心。她只有这一个儿子，聪慧孝顺，人见人夸，没想到竟然早夭了。好不容易把儿子下葬了，却见到了多宝阁上的信，信中说他儿子不是意外溺亡，而是被人害死的。他又惊又怒，找下人询问一番，才知道这封信是那位魏家姑娘放的。丁夫人有无数疑问，只好请当事人回来询问，哪成想就见到丫鬟一个人回来。怎么没把魏姑娘请回来？夫人，魏姑娘说不好和您在家中见面，请您到正方街的茶楼说话，她在那边等您。丁夫人闻言便带着人偷偷从后门出府，往正方街去。魏兰香到了茶楼，要了一间厢房，
还点了上等的大红袍和几盘点心。姑娘有钱付账吗？你点的这些得花1贯钱了。一会儿有人买单。小二半信半疑，到底没把人赶出去。没一会儿就见到丁夫人走进了厢房。丁夫人把下人留在门外，目光扫过眼前这位穿着质朴的小姑娘。她儿子在水里泡了几天才被找到，外貌丑陋，就是这位魏姑娘帮忙炼妆的。丁夫人想为令郎报仇吗？你为何这样说？你说他是被人害死的，可有证据？实不相瞒，在下自幼天赋异禀，有阴阳眼，能见鬼魂。这话当然不是真的。魏兰香是炼妆的时候发现了异常，可眼下只能编个谎话。你见到季歌儿的魂魄了，他有没有很痛？他是怎么死的？是令郎告诉我死因的，他并非溺死，而是中毒身亡，然后被人推入河中，造成失足溺亡的假象。是谁给他下毒的？小少爷自己并不知道，这得丁夫人您自个儿查了。不过伺候他的下人当中应该有知情者。为何这样说？小少爷中的是剧毒，毒发很快，他当时吃过什么，下人肯定知道。一定是柳眉霜那个贱人，以为我儿子死了，他儿子就是老爷唯一的儿子了，一定是他。丁夫人要知道，我说的这些并不能作为呈堂证供，您还是报官吧。不用了，有这些信息就够了。魏姑娘，你的大恩大德，我方淑华铭记于心，等我给我儿报仇雪恨，再亲自登门拜谢。丁夫人不用这样，我只是说出了我看到的。今日之事，还请魏姑娘先保密。一定。夫人，这些点心我可以打包带走吗？丁夫人愣愣地点头，直到魏兰香拎着食物离开，她才反应过来。魏兰香沿着街道慢慢走着，这里的热闹会让她想起许多不好的回忆。每隔一段日子，她都会来到处转转，希望能遇到当年被迫分开的小伙伴。兰香姑娘，街边一卖菜的老婆子喊了她一声，抓了一把菜塞过来。多谢兰香姑娘替我儿缝补尸体，没让他死无全尸。魏兰香记得她的儿子上山做了山贼，被官府清剿后判了斩首。当时老婆子来求魏老道办后事，还是魏兰香去替她儿子缝的尸体。多谢阿婆。魏兰香提着一把菜继续走，卖脂粉的老板娘又送了她一盒脂粉。老板娘是个风韵犹存的寡妇，她的丈夫也是魏兰香入殓的。这一盒胭脂不便宜，魏兰香正准备掏钱，老板娘赶忙将她拦下。别这么见外，这胭脂是我送给兰香姑娘自己用的，你可别用在尸体上，浪费了。多谢尤掌柜。魏兰香走了2条街，手里多了不少东西，那些她帮助过的人，总想回报些什么。魏兰香又去了乞丐聚集的破庙，从那些面孔上仔细地扫过去，还是没有找到想找的人。纪远堂哥、二虎子、妙红姐姐，还有那个总喜欢揪我辫子的黎哥哥，你们到底在哪儿？人海茫茫，这辈子还有机会相见吗？魏兰香到家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刚进门，魏老道就拦住了她。屋里头那个人醒了，年轻人身体就是好，这么重的伤竟还能挺过来。我先去做饭。魏兰香没急着去看，而是先去做了晚饭，这才端着食物去看病人。傅青言醒来半天了，就在他以为饿死时，终于看到了魏兰香。姑娘，先换药。魏兰香熟练地给傅青言换完了药，这才将鸡汤端了出来。张嘴，喂你吃点东西。等半碗鸡汤下肚，傅青眼终于恢复了些许力气。多谢姑娘救命之恩，还不知姑娘高姓大名？姓魏。魏姑娘，嗨，我这是在哪儿？青木县城郊，这是我家，你是我从5里外的乱葬岗带回来的。听到这话，傅青眼神色萎靡起来。他本是侯爵之子，与幽娘私奔到这件州府，谁知到了这青木县外，他却发现幽娘早有情夫，不仅钱财被骗，还险些丧命。想到这里，傅青眼自嘲地笑了起来。魏兰香收拾好屋子，听到笑声，回头看了他一眼。你伤在脑袋，动作小些，要是伤口崩裂，神仙也救不了你。傅青眼刚要开口说话，就见魏兰香端着空碗出去了。家里多了个人，魏兰香也就不好剖尸了。想到过2天就是7月15，她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。从10岁开始，她每年清明节和中元节都会去一次古里镇，亲人的骨灰早与黄土融为一体，她无法为亲人收尸，只能为他们烧纸祭奠，弥补一些自己内心的空虚。次日一早，丁家姨娘毒杀小少爷的消息传遍全城，百姓围在街头议论纷纷。魏老道买酒时也被卷入人群。可怜的丁小少爷，才6岁啊，往日总给我们这些穷人家孩子送吃的，竟被姨娘害死了。听说丁夫人把小妾、婆子、丫鬟都揪去公堂了，方县令正要审案呢。走，去县衙看看那毒妇的下场。此话一出，街上的闲人大多数都往县衙跑去。魏老道也很想知道丁少爷是怎么死的，于是也跟了过去。大胆刁奴，
如实招来，是谁指使你们毒杀丁小少爷？是柳爷娘，是她让我去外乡尤伊那买的砒霜，还让小丫鬟把毒糖葫芦给小少爷吃。他还让我引小少爷去河边，把他推下水，假装是意外。你们胡说，是你们陷害我。柳姨娘自然不认，被方县令上了夹板。2轮过后也如实招了。丁夫人抢了衙役的棍子，狠狠敲在柳姨娘身上，要不是被人拦下，8成得把这毒妇打死在公堂上。淑华，你一定要这样吗？我知你心痛季歌儿不在人世，可玉歌儿也是我们的孩儿。丁老爷不敢得罪方县令，看到爱妾被如此对待，心疼中夹杂着仇恨。就算梅霜罪有应得，但玉歌儿是无辜的，可以记在你名下。丁夫人一巴掌打断了她的话，她看着丈夫不可置信的眼神，突然笑了起来。丁怀志，你想得美，你到现在都不信是他杀了我儿子。没关系，一命换一命，大人，民妇要和离。谁都没有想到，丁夫人在告发了柳姨娘后，竟然当堂提出了和离。魏老道回家把审案过程一说，连魏兰香都诧异于这妇人的果断决绝。丁夫人是个人物，此番丁老爷对他有愧，以后肯定不敢纳妾了。他再生个儿子继承家业，后半辈子肯定顺风顺水。怕是不会了。此时的丁老爷在丁夫人眼里也是半个杀子凶手。魏兰香本以为丁夫人的报答会等到事情尘埃落定，谁知第2日一早，魏家的门就再次被敲响了。这次是丁夫人亲自带着丫鬟婆子前来，一箱一箱的谢礼被抬进魏家。魏姑娘，多谢你告知季歌儿的真正死因，若不是你，我至今还被蒙在鼓里。丁夫人不用多礼，我没帮上什么忙。如今我已与丁家和离，别叫我丁夫人了，唤我方姐姐便好。我带了些谢礼，你务必收下。方姐姐，谢礼就不必了，妹妹有一不情之请。兰香妹妹说说看，若我能帮得上忙，自然不会推辞。魏兰香看了一眼院子里的人，将方氏请进了她的房间。她的房间很整齐，东西很少，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墙壁的画像。这些都是我的亲人。这些年魏兰香靠着回忆，将家人的画像都画了出来，就是时刻提醒着自己。不瞒方姐姐，我还略记得一些小时候的事情，我想请方姐姐为我引荐方县令，好让我能查阅弘元8年的卷宗档案。你要寻亲？算是吧。可寻到了又能怎样？万一当年是他们丢弃你的呢？若能寻到他们，我便心满意足了。真是个可怜的孩子。方氏仔细想了想，觉得没什么问题，毕竟弘元8年，他兄长方县令还没到青木县上任。当年你才几岁，为何能记得那么清楚？我从小记性好，2岁开蒙，5岁已经能背4书5经了。方氏惊讶，但同时更加敬佩这个小姑娘了。我会与兄长说，但他是否答应，我不敢保证。多谢方姐姐相助，你与我有大恩，我定会帮忙，最迟后日定会有消息。魏兰香送方氏离开，刚转身便看到了魏老道。义父，我要出门了。去吧，路上注意安全。明日便是中元节，魏兰香须赶往古里镇祭拜亲人。古里镇早已荒废，进入镇子的那条路因多年无人行走，杂草丛生。穿过这一大片的杂草，才能看到立在镇口的牌坊。魏兰香站在牌坊下，盯着上头古里镇3个字看了很久很久。这里的每一寸土地，每一处建筑，她都记得一清二楚。前世魏兰香是孤儿，所以这一世的记忆让她格外珍惜。父母宠爱，亲戚和睦，却在她羽翼未丰时被人毁了。凝思许久，魏兰香跪在墓碑前烧起了纸钱。爷娘、大哥、二哥，我准备离开青木县了，以后未必能常来祭拜。若有朝一日报了仇，我一定回来告慰你们的在天之灵。魏兰香重重地磕了3个响头，默默地将黄纸烧完，又披上做法事的外衣，戴上面具，举着铜铃在镇上招魂。他曾经是坚定的无神论者，可如今只能做些法事缓解心中的遗憾。萧继身为建州府提点刑狱司公事，为了私下追查私奔的表弟傅青岩，赶路到了青木县，却意外嗅到了烟味儿。大人，这味道莫不是哪里着火了？无效，这杂草丛有明显路径，近期有人走过。大人，那边有烟尘，还有铃铛声。过了子时就是中元节，传闻青木县附近闹鬼，别疑神疑鬼，过去看看就知道了。表少爷，要不咱们还是走吧，天都快黑了。怕你就留在这里别动。关叔看了看四周，最终还是跟着他们走进了茂盛的杂草丛中，沿着被开辟出来的羊肠小道，他们来到了古里镇。真是奇怪，这里竟然有座小镇。这镇子应该荒废已久了。古里镇似乎在哪听过。一张白色纸钱被风吹落到萧寂脸上，他伸手一抓，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。再抬头，几人都看到了飘荡在空中的纸钱，洋洋洒洒，
仿佛下了一场白色的雨。鬼啊！关叔高高跳起，挂在随风背上，一只手颤抖地指着前方，在离他们不远处，魏兰香戴着青面獠牙的面具，跳着挪舞靠近。你是何人？为何在此装神弄鬼？你们又是何人？抱歉，随从太过粗鲁，敢问姑娘在此地为谁做法事？请各位离开，莫要打扰此地亡魂。真奇怪，中元节在这鬼地做法事，该不会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吧？魏兰香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，并不回答他的话。抱歉，是我等打扰了，这就离去。萧寂几人紧赶慢赶，终于在天全黑下来前进了青木县城。青木县很热闹啊，中元节晚上竟然还有夜市。随风兴奋地在摊贩间穿梭，没一会儿就提着一袋点心回来了。大人，快垫垫肚子。本官曾在公文上看过，方县令治下有方，青木县的百姓能做到夜不闭户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走吧，直接去县衙。此时县衙里也很热闹，随风见状，随即拦住了一名衙役。小哥，县衙里是有什么喜事吗？怎么这么多人？是方县令的妹妹带着仆从回来了，她才死了独子，又与战火和离，今日请大家去抬嫁妆回家。原来如此，我家大人乃是建州府萧提司，还请通报一声。大人快请见，卑职这就去禀报方县令。看着衙役跑远，萧寂带着人进入县衙。这个时辰，一般来说衙役们都回家了，但方县令请了他们替妹妹抬嫁妆，因此大家都在。萧寂坐在一旁等待，静静地听那几个老衙役在那聊天。你们可知道，丁少爷一开始都被当成失足溺死，是有人一眼看出是中毒，才帮姑奶奶抓到了凶手。谁这么厉害？还能有谁？魏老道的义女魏兰香啊，是那个会给死人炼妆的姑娘。就是他，丁少爷的尸体泡得发胀，还是请他去收敛的。听说他缝合伤口的手艺，连刀疤都看不清。几个人正聊到兴头上，就见方大人快步走了过来。嗨，方大人，劳累各位了，快下去吃杯水酒吧。多谢大人。等衙役们离开，方县令才看向萧寂一行人。萧大人久仰大名，今日得以一见，实乃下官之荣幸。方大人免礼，多有打扰，还请见谅。萧大人太客气了，快进去说。不知大人可用过晚膳？不劳烦大人，我们已经吃过了。萧寂跟着方县令一路往后衙走，所见之处与普通县衙没什么区别。听说令妹归宁是因为独子被害。是啊，如今家妹恨透了妹夫，执意和离，下官也劝不住。令妹能看得透彻，离开那伤心地也好。众人到了书房，方县令命人奉上茶水，与萧寂攀谈，场面话信手拈来。二人同在官场，自然聊得来，没多久便熟络了起来。刚才听衙役说，有人一眼看出了丁少爷的死因。方县令也没隐瞒，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告诉萧寂。萧寂听到是一名女子将死因告诉了方氏，惊奇不已。萧大人有所不知，那位兰香的养父是个道士，平日里会接一些送葬做法事的活计，与死人打交道多。萧寂脑海中倏然想起了刚才在荒野残阵中的碰到引魂者。那姑娘真乃奇人，若身为男儿，定是仵作之才。不说他了，不知萧大人来青木县有何指示？是有私事想请方兄帮忙。萧寂拿出画像，提了寻人一事，也简单的说了事情的原委。方县令一听是平阳侯之子傅青眼失踪，丝毫不敢耽搁，当即请了师爷来将画像多复制了几份，准备明日一早就派人出去找。傅家表弟身边或许有一名女子，若找到二人，还请先不要惊动，交由在下处理。萧大人放心，下官有消息了，定第一时间通知您。多谢，那就不打扰了。在下住在城中的悦来客栈，若有消息，派人来说一声即可。一定，下官送萧大人过去。悦来客栈离县衙不远，条件一般，但也已经是青木县最好的客栈了。萧寂一行人早早睡下，翌日起了个大早，将整个县城逛了一圈。大人，县城里的客栈、茶馆都问遍了，没有见过少爷的踪迹，他该不会出事了吧？少胡说，表少爷金枝玉叶，哪那么容易出事？说不定是改道了。不对劲，青眼与我自幼交好，3年书信未断。他来了建州府，没有理由不找我，就算怕我告密，也该留个消息。随风，线索最后断在何处？大概在离青木县40-50里的地方。按理说，表少爷他们肯定要进城补给干粮，可偏偏没了踪迹。走去郊外的村镇问问，或许他们还未进城。
魏兰香回来了的时候，正好碰到萧记几人。关叔见有人走过来，立马拦了上去。这位姑娘，敢问你可见过一对外地来的年轻男女？男子身高8尺，文质彬彬的，很俊朗；女子长得也很美。有画像吗？有。关叔拿出傅青眼的画像，魏兰香一眼就认出来了。他离家2日，不确定那人是否还活着，为了避免麻烦，只能否认没见过。魏兰香抬腿就走，背后却有人叫住了他。魏姑娘，你认识我？魏兰香诧异的回头，对上了萧记沉静深邃的眼眸。萧记不认识魏兰香，但魏兰香一开口，他就听出来了，加上身形与昨日见到的引魂者一样，所以才试探开口。有幸在县衙听说过姑娘大名，随口一猜，没想到猜对了。魏兰香点了点头，转身就走进了村子。直到走到村口，见萧记几人还在原地，魏兰香又有些犹豫，若因为他撒谎让他们见不到最后一面，魏兰香觉得有些过意不去。就在发愁的时候，就听到了村里有人大喊：快来人啊，桂花自呛了！魏兰香立即往声音传来的地方跑去，但萧记几人的速度比他更快。等魏兰香赶到时，村尾的小树林外已经围满了人。桂花啊，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呀？你死了，让大牛怎么活？一名老妇人边跑边嚎，魏兰香就听到了村民在旁边议论：是王家婆娘，平日里没少打骂桂花，没想到这会儿哭得最伤心的也是她。好歹是花了1两银子娶进门的媳妇，死了就什么都没了。村民们最看不惯这王婆子，如今她死了媳妇，幸灾乐祸的可不少。魏兰香也听说过这户人家，这王婆子是10里8乡出了名的恶妇。她刚挤进人群，就看到萧记几人被村民围了起来。你们几个外乡人来我们百宜村做什么？人肯定是他们杀的，我们村几10年相安无事，他们一来就死人，肯定脱不了干系。快说，不然我们就报官了。你们什么也是？我们像是杀人犯吗？而且我们才过来，就是要真是我们杀的，我们不跑还凑过来，疯了吗？魏兰香也不信这几个人会杀一名村妇，她看到桂花的尸体躺在地上没人管，于是走了过去。不要随便碰尸体。你是官员吗？还是你会验尸？我不会验尸，难道你会？魏兰香不理会他，低头专注地检查着尸体。萧记目不转睛地看着魏兰香验尸，拿出随身携带的纸笔。姑娘看出了什么？魏兰香看到他的动作，心里有些诧异。验死者女性，年约25，身高6尺2寸，体瘦，尸僵程度与皮肤活性推断，死亡约5个时辰。萧记记录得很快，但心里有些不解。只是没再制止，而是观察魏兰香的动作。只见魏兰想将尸体脖子上的麻绳取了下来。这麻绳有问题？没有，就是农户家最常见的麻绳，应该家家户户都有。魏兰香将麻绳放在一旁，抬起尸体的下巴，观察死者的脖子。验脖颈处严重擦伤，勒痕极深，五官扭曲，双眼突出，舌尖微露，脚尖平直，初步判断为吊死，但自杀或他杀需进一步查验。你学过断案？魏兰香摇头，又他将尸体前后检查了一遍，初步判断死者是机械性窒息而亡。自杀的？未必，也可能是被凶手勒死后悬挂在树上的。那怎么区分？魏兰香拿起尸体的手，检查了他的指甲缝，发现了一些皮肉组织。如果是在现代，可以从指甲缝里提炼出这些组织的 DNA， 可是现在是古代，也没有什么好办法，暂时不好区分。是谁先发现死者的？是我。一个小男孩站了出来，然后被他母亲拽开了。瞎说什么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快回家！是谁将尸体放下来的？我听到小草的尖叫声跑过来的，当时看到树上吊着一人，也没看清是谁，就把他抱下来了。对，我们过来的时候正好看到铁柱把桂花抱下来。铁柱啊，不是婶子说你和桂花男女有别，你怎么能抱她呢？阿婆最后见桂花是什么时辰？这贱蹄子昨晚半夜跑出来，鬼知道他和哪个野男人私会。你们没出来找？昨夜那是中元节，谁敢半夜出门？难道是鬼杀了他？众人听了也是吓了一跳，但很快就有人反应了过来。瞎说，鬼杀人还用得着套麻绳？就是，这一看就是自己吊死的。八成是你家大牛又半夜打媳妇儿了吧？滚！我家的家事要你们管！王婆子扑过来将魏兰香推开，抱着桂花的尸体就开始哀嚎。桂花啊，你怎么这么想不开？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说，非要自寻短见呢？这位大娘，您儿媳妇是受什么打击，非要自寻短见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家大人问话，老实招来，否则将你绑去官府审问。听到官府2字，王婆子吓到了，一边的村民也老实了一些。没什么，他性子胆小，谁知道为什么想不开？肯定是被你打的，经常半夜能听到桂花哭，哪个好人家半夜打媳妇？呸！你们闭嘴，少在那儿瞎咧咧。那你倒是说啊，桂花为什么想不开要自杀？要想知道她的死因，还需将尸体带回去仔细检查。兰香啊，你还是赶紧把桂花入殓了吧，让她早日投胎到个好人家。是啊，让王家准备好棺材寿衣，你替桂花收拾收拾，让她漂漂亮亮的上路。魏兰香刚要开口，就听见后方有人喊道：“村长来了！”人群分开一条道，
一名老者拄着拐杖走了过来。魏兰香注意到他今日的腿脚似乎跛得更厉害了些。王婆子，先把人抬回家去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总不能让桂花的尸体一直躺在这里。慢着，你跑一趟县衙，让方县令带县尉过来查案。得令。不知这位公子是何身份，为何要替我们百宜村做主？在下路过此地，正好见到了死人，顺手替你们报个官罢了。报官？怎么能报官？这是我王家的家事。王婆子第一个不答应，村民们也不愿意官府来村里查案。这位公子，桂花一看就是自缢，无需惊动官府。此案尚有疑点，需让官府来查证后方可下定论。今日若是有人阻拦，在下报官，莫不是心虚？魏兰香怕这外来的公子哥激怒了村民，便站了出来替他解围。今日中元节，桂花的魂魄尚未离去，若他真是枉死，肯定希望能让凶手现形。若大家执意阻拦，就怕桂花心怀怨恨，夜里去找大家理论。众人一听这话，吓得纷纷闭嘴。萧寂却在一旁低头闷笑。王大牛姗姗来迟，看到妻子的尸体，非但没有悲痛，反而带着一股怒气。这贱人要死，怎么不死远点？真是麻烦。魏兰香没有理会二人，而是在脑海里开始模拟昨夜桂花经历的场景。直到方县令和孙县尉带着一群衙役跑来，他才退让到一旁。县衙也是有仵作的，是个头发斑白的老者。见到尸体，第一反应竟然是转身去吐。魏兰香惊呆了，萧寂挑眉，与魏兰香对视了一眼。看吧，这才是正常人的反应。萧大人，这案子发生在青木县，方县令做主即可。来人，先将尸体抬去义庄，待仵作验尸后再下葬。派人去村子里问问，最后与死者接触的人是谁。孙县尉一通安排，魏兰香听得直皱眉头。不用验，不用验，我儿媳是自杀的，大家伙都亲眼看到的，她自己吊死在树上。还请大人让民妇将儿媳的尸体带回去安葬。若是真有人亲眼看到她上吊，为何不阻拦？还是说是你们合伙害死了死者？村民们一听这话，赶紧散了，免得被殃及池鱼。眼见衙役将尸体抬走，魏兰香也不好参与，便背着竹篓回家去了。县衙的仵作水平如何？肯定不如萧大人。仵作验尸关乎案情，怎可儿戏？不瞒大人，青木县向来太平，很少发生命案，因此仵作经验缺乏，并非不重视。萧寂明白，并非是命案少，而是很少有人报官。萧寂是办私事来的，并不适合插手地方查案，便带着人离开了。只是没想到，等出了村子，他们又遇到了魏兰香。姑娘是在等我们。请跟我来。去哪儿？我家。姑娘，我等还有要事，不宜上门做客。我家大人身份尊贵，妾家中已有妻室。魏兰香嘴角抽了抽，忍住翻白眼的冲动。你们要找的人在我家中。什么？萧寂一行人跟着魏兰香回了家，刚到门口，关叔就冲了进去。公子，您在哪儿？魏老道听见动静，扛着扫帚就拦了出来。大呼小叫什么？你们谁呀？等魏老道看到后头跟着的魏兰香，立马挂上笑脸。兰兰，你回来了。刚才河对岸好像出事了，是王家儿媳妇死了。这些人是来找人的。老先生见谅。事先声明，他是我从乱葬岗背回来的，伤重未愈，不宜挪动。魏兰香说完，这才指了指傅青言所在的屋子。萧寂闻言心头一凛，连忙走了进去。是表兄来了吗？萧寂仔细打量着表弟，不敢相信平阳侯世子会这样的凄惨。少爷，您这是怎么了？知足吧，要不是我们，他早见阎王爷去了。后脑受重创，血流的太多了，你能活下来，真是命大。可不是，多谢先生救我表弟一命。好说，待他离开前留下医药费即可。不用萧寂吩咐，随风就解下荷包递给魏老道。这里是20两银，还请先生收下。两不相欠，明日把人抬走吧。为何要明日？没听我闺女说吗？她今日不宜挪动。当然，你们要抬她走也无妨，后果自负。表弟伤势过重，还需静养几日，麻烦老先生。过几日我们再接他离开。人已经找到了，萧寂也算安心了。什么时候带他走并不重要，而且这件事里透着诡异，他还需要将重伤表弟的贼人抓到。魏老道收了钱，就笑眯眯的去厨房帮魏兰香烧火去了。乌离子就留下了萧寂三人跟傅青眼。萧寂听完傅青眼的近日的遭遇，表情十分凝重。你带着女子私奔已是大逆不道，却如此疏于防备，被暗算也是活该。表哥，我知错了。鬼门关前走一遭，若你还不知错，那是真没救了。表哥，能找到优娘和那奸夫吗？这个仇我非报不可。既是逃犯，官府自会追捕。至于那位姑娘是共犯，也会一并收监。还请表哥不要将我受伤一事告知家里。不想让家人担心，你就不该做出这等事情。年纪不小了，怎么还如此幼？表哥，我真的知错了。你好好休息，别胡思乱想了。你先安心养伤，等好点了，我再来接你。萧寂叮嘱完傅青言，这才带着人走出屋子。他仔细打量着这座宅子，对这户人家越发好奇起来。看完了就走，别在这儿碍眼。难不成还想蹭饭？老先生为何住在此处？没人愿意与老道我做邻居呗。我从前是个游方道士，如今是个给死人引路的巫道。说白了，只与死人打交道。那位姑娘的验尸术可是跟您学的？一点点吧，我家闺女聪明得很呐。几人正聊着，魏兰香端着食物走了出来。看在你们多给了医药费的份上，这顿算我们的。
食物简陋，萧大人将就着用些。多谢。众人吃完饭，天渐渐黑了，萧寂离开了，只留下关叔照顾傅青眼。夜里的魏家透着一股阴森和恐怖，关叔觉得浑身汗毛直立。少爷，您有没有觉得这位家妇女怪里怪气的？别瞎说，那是本少爷的救命恩人。到了半夜，关叔尿急，跑去茅房解手，刚提上裤子，视线里出现一张鬼面，顿时被吓得魂不附体。哟，这么巧！魏老道刚接了一单生意，忘了自己戴着面具，还热情地打招呼：“鬼啊！”年轻人就是胆子小。等关叔跑回屋子，冷静下来，也知道自己搞错了，毕竟那面具昨日见过，迷迷糊糊才有些睡意，就听到有人敲门，关叔吓得跳了起来。这什么人家？怎么夜里如此不安生？他躲在门后往外看，瞧见院门外有火光，然后看到魏姑娘去开门。兰香姑娘，快跟我们过去一趟。怎么了？是我义父出事了？不，兰香姑娘，是道长让我们来请你，王家又出事了。魏兰香转身就想去提药箱，村民一把拦住了他。不需要那个。王家出了何事？王婆子死了。百宜村很少有这样热闹的时候，大半夜全村的人都聚在一起，太可怕了！王家竟然在1日之内死了2个人，一定是桂花的鬼魂来报仇了。听到这话，不少人悄然后退，惊恐地盯着四周。桂花性格软弱，平时日没少被村里的人欺负。不对，村长说是那老道士觊觎王家的钱财，所以杀人夺财。不可能，魏师傅平日里赠医送药，对大家那么好，怎么可能杀人？李铁柱是魏家的邻居，平时没少受魏家妇女帮衬，也非常了解二人的为人，因此很看不惯他们冤枉魏老道。钱帛动人心，何况当时就他一个人在王家，不是他杀的，是谁杀的？说不定是他自己失足掉进粪坑里溺死的呢。魏兰香风尘仆仆地快步走来，听到这话，眉头微蹙。魏姑娘来了。众人给魏兰香让道，不过看她的眼神都带着一丝怜悯和厌恶。我义父呢？李村长拄着拐杖走出来，身后还跟着2名衙役。魏家丫头，你义父涉嫌杀人，官差要将他带回衙门审问。今夜是王阿婆花钱请我义父来除罪的，他为何会杀人？这得官府查了才知道。只能否让民女见一见义父？魏兰香帮方士查出了杀子凶手，在县衙里挂了名，衙役对他倒是客客气气的。魏姑娘进去吧，但也只能带一盏茶的功夫。多谢。魏兰香走进王家，就看到王婆子的尸体摆在院中，魏老道被绑了手脚丢在角落里。丫头，你义父我栽跟头了。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接了王家的生意，半夜我就过来了，谁知道王家一个人也没有。我前后后找了一遍，最后在茅房里发现了王婆子已经死了，也怪我手贱，非得把人拖上来，这不就被李村长他们瞧见了，非说是我杀了王婆子。那衙役什么时候来的？那2人被县委大人留在百宜村查，夜里就住在村长家。王家的生意是王婆子亲口跟你说的，时辰也是他定的。是啊，他说怕夜里桂花的鬼魂会回来，我想着这生意简单，就接了，就给了500文。早知道我就不接了。方县令还算公正，我会想办法查出真凶，救义父回来的。我知道你聪明，所以才托人喊你来。不过兰兰啊，你也别有压力，义父这把年纪了，早把生死看淡了。义父杀人偿命，凶手不可能逍遥法外。2个人正说着，就有衙役走了进来。魏姑娘，我们该带嫌犯回衙门了，对不住。麻烦大哥多多关照我义父，明日我会去见方大人。姑娘放心，案子没判之前，魏道长不会有事的。魏兰香独自回去，睡是睡不着了，于是坐在院子里想事情。王家1天之内死了2人，看似毫无关联，但肯定有内情，他必须想办法去验尸，找出桂花和王婆子的死因。关叔一晚上没怎么睡，早早起来就看到魏兰香一个人坐在院子里。魏姑娘，我家公子早膳能吃什么？他最好吃流食，我去煮点鸡丝粥。魏兰香做好饭，给关叔说了一声，就出门往去县城了。另一边，萧寂一早也被方县令请去了衙门。萧大人请看，这是那女尸的验尸笔录，死者确实是自杀的。官府今日将把尸体还给死者家属，不过不幸的是，昨夜死者的婆母也死了，尸体再停1日。此外，那王家可有人来官府录口供？原本是打算验尸后录口供的，谁知王老婆子死了，王大牛失踪了，这口供也就耽搁了。不过衙役昨日已经在村子里问过当地村民了。王婆子的死因是什么？她是被人推到粪坑溺死的，嫌犯昨夜就带回来了，是去王家做法事的老道士，姓魏。魏老道长可是住在百宜村河对面那个？正是他。萧寂不认为魏老道会杀人，总觉得这2个案子疑点重重。他正要说话，就有衙役来敲门。大人，大娘子说她带魏姑娘来见您，问您什么时候方便见客。方县令以为魏兰香是来求情的，有些无奈的看了萧寂一眼。家妹与魏姑娘有些交情，跟大娘子说，本官今日没空，改日再见吧。请魏姑娘进来吧，她与本官有恩。方县令大吃一惊，没想到魏兰香竟然跟萧寂相识。快，请魏姑娘进来说话。魏兰香一个人进来的，看到萧寂也在，这并不意外。他规矩的行礼，然后对方县令说了自己的请求，还请大人允许民女查阅洪元8年的档案。此事虽然坏了官府的规矩，可本官知道你寻亲心切，就破例一回。来人！方县令差遣衙役带魏兰香去查阅档案，这才对萧寂解释，这位姑娘是为老道捡来的孩子，她是洪元8年走失的。本官依稀记得那一年南边发了大水，死了很多人。是啊，当年那场大水冲毁良田屋舍无数，又生了瘟疫，导致青木县人口减了1成。原来如此，那时候魏老道长还能收养一个孤女，可见是个心善之人。萧大人所言极是。
是，当初为了给养女治病，魏老道可没少求人。这样的人想必不会是杀人凶手。方大人审案可要慎重。您放心，下官一定会据实查证。萧纪觉得案子没有那么简单，决定先去看看傅青眼，然后再去百亿村走一趟。对了，派人先把王大牛找回来。是。魏兰香在库房查阅完了资料，刚出来就碰到了萧纪。魏姑娘要寻亲。萧大人，我会验尸。县衙也有仵作，魏姑娘是本案嫌犯亲属，理应回避。我猜县衙那位仵作连死者的衣裳都没解开过，谈何验尸？萧纪想起刚才那份寥寥数字的验尸笔录，心下有些不高兴。本官为何要帮你？就当替您表弟报恩吧。只验尸是很难推翻证词的，除非你能找到魏老先生不在场的证据。先验了再说。好，今夜2更时分，你在义庄等我。夜里光线暗淡，并不利于验尸。只能如此，毕竟你是嫌犯家属，被人知道你参与此案，官府也很难做。好。魏兰香立即答应下来，二话不说就离开了县衙。魏老道身陷牢狱，魏兰香也没工夫照顾伤患，于是萧纪租了一座小宅子，把傅青言接回城里养伤，还抵押了一枚随身玉坠，随后拿了50两白银给魏兰香当谢礼。魏兰香想到自己即将离开，这笔钱留着给义父养老也好，便收下了。2更时分，魏兰香按照约定提着工具箱来到了义庄，这地方偏僻，像极了恐怖片现场。随风抱着剑站在门口迎接，就看见魏兰香面无表情地走了过来。魏姑娘可要有心理准备，这般炎热的天气，尸体腐烂得很快。魏兰香点点头，在门口戴好口罩和手套，往这儿才走了进去。魏姑娘这是有备而来啊！魏兰香依旧只点头不说话，一进门就看见了萧纪大人。魏姑娘来了。魏兰香不发一言，打开工具箱，取出10根蜡烛，在桂花尸体两侧依次摆好，火光瞬间照亮尸体周围。这是桂花的尸体，就先从她开始吧。谁负责记录？还是我来。魏兰香点了点头，这才掀开尸体上的白布。才2天时间，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了，散发着一股恶臭。脖子上的伤口他昨天验过了，于是直接上手解开桂花的衣裳。见到此状，随风连忙转过身去。尸体而已，他不会在乎被陌生男子看了去。你怎么知道？比起清白，他肯定更想让凶手绳之以法。你为何坚持他是被人杀害的？如果王婆子没死，我还不能确定，但那么巧，王婆子夜里就死了，这背后一定有隐情。等衣裳褪尽，桂花那一身伤痕一览无余。死者的死亡时间在凌晨丑时到寅时，生前常年遭受毒打，新旧伤痕交错，左手骨折过，肚皮上有一大片烫伤的伤疤。把明面上的伤看了一遍，魏兰香又拿了棉签掰开死者的双腿，这下连萧纪都不淡定，也赶紧背过身去。验死者生前有过房事，不排除被人先奸后杀的可能。什么？有过房事，为何能确定是奸杀？她有丈夫，而且半夜跑出去，也有可能是……魏兰香打断他，伸手指向桂花的锁骨位置。萧大人，请看这里。靠近脖子这个位置有明显的指印，后颈处更加明显，除非是很重的伤，否则不可能在尸体上留下来。他是被人掐死的，有90%的可能性。凶手奸污后掐死了桂花，再找一根麻绳把它挂到树上，伪装成自缢的模样。魏兰香拿了纸笔出来，照着那指印的模样描画下来。这有何用？暂时不知道，也许找到嫌犯，可以比对一下手指的长短。魏姑娘心细如发。萧大人，请继续记录。好。死者指甲缝中有皮肉组织，因为挣扎时从行凶者身上留下的。也就是说，凶手被抓伤了，他身上一定有伤痕。是，但这种程度的抓伤2天就痊愈了。魏兰香给桂花尸体盖上白布，转头看向萧纪。奸污她的男人对她动了粗，应该是房事上有这方面的癖好。她胸口有一圈很明显的牙印，上齿缺了一颗，这是很明显的特征。也许凶手就是她的丈夫王大牛。前夜桂花跑出去时，王大牛没有追，所以应该不是他。验完了桂花的尸体，魏兰香把蜡烛移到另一边去。王婆子的尸体更臭，不过她身上的臭味来源于粪坑。随风，你去抬些水给她冲一冲。随风领命而去。魏兰香站在一旁看向萧纪。王婆子的尸体仵作验过吗？验过。怎么说？你看他这样子就知道了，县衙的仵作可能连看都懒得看一眼。等把尸体冲洗了2遍，魏兰香才开始验尸。说完基本信息后，她第一步就是掰开死者的嘴巴。死者口中没有污秽物，他不是在粪坑里溺死的。谁与他又如此深仇大恨，杀了人竟然还把尸体丢到粪坑去，太过分了。他全身没有其他伤痕，初步断定是溺水死亡。我可以解剖尸体吗？魏兰香的问话让萧纪沉默了片刻。大西王朝看重身后事，对死者极为尊重，仵作不得随意剖尸。我只看看他的气管和肺部，不会动太多地方的。可万一被家属发现，只有确定他的死因，才好推测第一案发现场。好，你动手吧，其余事交给我来处理。萧纪也想弄清楚案件的真相，因此同意了魏兰香解剖的请求。得了允许，只见魏兰香将一根蜡烛移到死者鼻尖，凑近了看。紧接着，她取出一把锋利的小刀，划开了尸体的胸口。她的动作非常利索，甚至没有半分停顿，刀子又快又准。等萧纪回神，就看到他已经放下刀子，拿出针线开始缝合。魏兰香缝合好尸体，又用粉扑盖住那条伤口缝隙，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。难怪外人都说兰香姑娘有一手出神入化的炼妆术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。随风凑近查看，早早称奇。魏兰香取出一方帕子，递给了萧纪。左边这个是从死者气管处找到的浮萍，右边是从他指甲缝里找到的苔藓。这2种植物很普遍。昨夜我去王家时，见到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，
不知里头是否有苔藓和浮萍。魏姑娘真是帮了大忙了。王婆子虽然年纪大了，但身材粗壮，要把她摁到水里淹死。凶手的力气很大，而且身高肯定要比王婆子高。萧大人见过我义父，他瘦瘦小小，想要杀人遗尸有些难度。何况昨夜他的衣裳并没有湿漉漉的痕迹。好，我记下了，送魏姑娘回去。不用送，夜路我熟。说完，魏兰香就收拾好工具，独自一个人离开了。魏兰香回到家中，怎么都睡不着，干脆去王家走了一趟。此时天还未亮，大家都还在睡觉，路上一个人也没有。魏兰香直接从围墙跳进去，径直去查看那口大水缸。这口大水缸已用了许多年，缸壁上果然布满苔藓，水面漂浮着几片浮萍。魏兰香围着水缸仔细查看，在青石砖的缝隙中发现了一小撮灰白交加的头发。她小心翼翼地将这撮头发收起来，眼中闪过一丝思索。这撮头发绝非义父所有。身后传来脚步声，魏兰香下意识转身，就看到了李村长站在了身后。原来是兰香啊，你怎么半夜在这儿？那村长又为何在此处？哎，夜里睡不着，想着王家的事儿，就过来看看。两人一时间都没说话。魏兰香盯着村长的手，突然发问：“李村长，您手背上的伤好了吗？”李村长浑身一僵，下意识用另一只手捂住手背。兰香啊，你一个小姑娘家，怎么偏要多管闲事呢？魏兰香沉默不语，只冷冷地看着村长，眼神里满是警惕。我知道你是个有本事的，还懂仵作那套本事。不过你一个姑娘家，着实不适合干这个。您是指验尸？姑娘家的，绣绣花，洗洗衣裳就好。碰那肮脏之物，以后要嫁不出去的。这就不劳您费心了。呵呵，我也是看你长得好，不舍得一朵鲜花就这么浪费了。李村长一步步朝魏兰香逼近，他眼神放肆地在魏兰香身上打量。当年那个瘦弱的小哑巴也长大了，真是好姿色。李村长露出淫邪的笑容，伸出一只手朝魏兰香抓去。村长，您这把年纪了，害了多少小姑娘和小媳妇？桂花是你杀的吧？但我不明白，你杀王阿婆做什么？难不成你也喜欢她这个年纪的？呵，那个恶妇从前把儿媳妇卖给我玩，如今没了这笔进账，竟然要挟我。她当自己是什么人？所以你杀了她，自寻死路罢了。魏兰香突然想起白宜村发丧的人家不少，而且大多是年轻女子或中年妇人，当时没人觉得异常，如今想来，竟全是李村长的手笔。兰香啊，你那义父年纪也大了，不如跟了我，我保准给你更好的生活。一个老残废，想得倒挺美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说完，李村长径直朝魏兰香扑了过去，想用手掌去捂魏兰香的嘴。魏兰香看到他掌心里有一方帕子，还散发着一股奇怪的味道，猜到是迷药。魏兰香身姿敏捷地避开，绕到水缸另一边，右手一动，一把小巧锋利的小刀从袖中滑落，稳稳落入掌心。村长，可愿意随我去官府自首？别白费心思了，今日你能走出这院子再说。见李村长不知悔改，魏兰香也不再手下留情，举起手中的刀直冲过去，精准地挑断了村长的手筋。李村长惨叫一声，魏兰香趁机一脚踹向他的肚子，但李村长敏捷地避开了。小娘皮竟然有点身手，你找死！说完，李村长就朝魏兰香冲了过去，招招致命。魏兰香准时机，五指间各夹着一枚细针，悄无声息地射入李村长体内。一阵破空声后，李村长软倒在地，眼睁睁看着魏兰香靠近他的身体。又是一声惨叫，魏兰香将李村长的脚筋也给挑断了。就你这残破的身体，也就能欺负弱女子？你敢杀我？很惊讶吗？魏兰香又在李村长身上扎了几个穴位上，瞬间让他全身痉挛起来。以你的罪行，肯定得判个凌迟处死，杀你反而便宜了你。李村长痛得说不出话来，双目赤红地瞪着魏兰香。魏兰香捡起地上的帕子塞进他嘴里，过了一会儿，他就被迷晕了。另一边，萧继也一夜未眠，他深知查案时机转瞬即逝，天刚蒙蒙亮。他便带着孙县尉与衙役赶赴王家小院。大人，这边有血迹，血迹尚未干涸，绝非前夜留下，定是凶手折返所致。萧大人，王家上下只找到这口灶下埋的存钱罐，共5两多银子，除此之外无其他贵重之物。将全村的成年男子都喊来，身高70以上的都排好队。孙县尉不明所以，但这事儿好办，当即带着衙役家家户户去敲门喊人。百宜村人口不少，成年男子也有100-200人，大清早被喊来排队，都在嘀嘀咕咕议论着。你说官府这是要干啥？难不成是找杀王婆子的凶手？不是说魏老道干的吗？我猜不是，魏老道那把年纪了，王婆子力气可不小。也是，我看说不定是王大牛，听说他染了毒瘾，指不定为钱杀人。大人，村民都召集齐了。萧继一眼望去，一张张淳朴的脸带着一丝惶恐，见他出来，声音都停了。确定人都齐了？还有个李村长，他儿媳说昨夜喝高了，还在睡呢。下官想着他年纪大了，腿脚也不便，就没带他来。无妨，你先录口供吧，重点查看手背或胳膊是否有抓伤。萧继交代完孙县尉，就带着随风跟侍卫去了村长家。你们是谁？怎么无故闯入我家中？请问李村长在家吗？在，公爹在的。我们是衙门的人，请李村长出来说几句话。公爹还在睡，不好叫醒他的。这都快接近50了，还在睡。萧继给随风使了个眼色，后者闯入屋中，一眼便看到了动弹不得的李村长。随风立刻跑出来，附在萧继耳边小声说了句话，把人带出来。很快
侍卫们就抬着昏迷不醒的李村长出来了，他手脚上都有伤，虽然被包扎过，但很明显是新伤，手筋脚筋都被挑断了。行凶之人有一把利器，且下手十分精准，会不会是杀桂花和王婆子的凶手干的？不会，若那人有这样的本领，杀2个弱智女子根本用不着动手掐死。萧纪检查完李村长的伤势，这才看向一旁神色闪烁的年轻妇人。村长前天夜里出过门吗？我不知道。那昨天夜里呢？可有见过什么人？我睡得早，不曾看到公爹出门。家里其他人在哪儿？庞母带着小姑子去走亲戚了。我相公在县城读书，1旬才回来一次。就在这时，孙县尉才录完口供，带着2个村民找了过来。萧大人，这2人都符合您的要求，给本官看看你们的伤。其中1人伤在左边胳膊上，长长的一条刮伤。大人，这是昨天在林子里施肥被树枝刮的，我婆娘和儿子能作证。另1人伤在右手手背，是一圈齿痕，很明显是被人给咬了。启禀大人，这是我媳妇咬的，昨夜我惹她不高兴，她就咬了我一口。好了，你们可以回去了。 2人撒腿就跑，生怕这位年轻官员反悔。随风想到了什么，蹲下身掰开李村长的嘴巴。大人，他的上门牙缺了一颗。萧纪闻言脸色立刻一沉，从怀中掏出验尸笔录，递给孙县尉，把李长河带回县衙审问，即刻升堂。孙县尉看到一叠厚厚的验尸记录，每看一句都要惊叹一分。大人高明，这验尸记录竟把凶手特征写得如此清楚，比县衙仵作强太多了。离开村长家后，萧纪特意绕道去了魏家。此时的魏兰香才睡醒，正在院子里喂鸡。魏姑娘，官府抓了李长河，回去审问。多谢萧大人相帮，不知我义父何时能回来？只要证实凶手是李长河，魏老先生随时可以归来。萧纪站在魏家门外，用审视的目光看着魏兰香。萧大人还有事？官府今日就会升堂，魏姑娘想去看看吗？好。魏姑娘会骑马吗？不会。那你骑随风的马，让他牵着你走。随风瞪着双眼，想表示拒绝，可不敢违背主子的决定，只好把马牵了过来。魏姑娘怕不怕？他会把我甩下去吗？不会，他很乖的。魏兰香点了点头，随即便上了马。看他骑得平稳，随风又观察了一会儿，便去告诉了前面的萧纪。大人，魏姑娘下盘很稳，脚步轻盈，应该会舞。哦，那就难怪了。萧纪猜到伤李村长的可能是魏兰香了，只是没有追究。等3人赶到县衙的时候，庭审已经开始了。就见方县令坐在主位，孙县尉和县丞分坐2侧，李长河趴在公堂上，艰难地用1只手撑起身体。堂下何人？报上名来。大人，我是百一村村长李长河，草民是冤枉的。李长河，大前日夜里子时过后，前夜子时左右，你在何处？在家里睡觉，我家婆娘可以作证。李村长的婆娘陈氏和女儿也被带来了，2人进来时瑟瑟发抖。回大人，他这几夜都睡得早，不曾出去。那他身上的伤怎么来的？你可知道他与桂花有染？民妇不知道。那你肯定也不知道，他与王婆子起过争执，被邻居听到了。不可能，王家隔壁压根儿没人住。哦。所以你半夜去找王婆子做什么？我没找她。来人，把仵作的验尸笔录给他看。死者身上有牙印，且上门牙缺了一颗，掰开他的嘴，让众人看看。2名衙役压着李长河，掰开他的嘴，众人看上门牙果然有一颗是空的。没想到这老头这么坏，居然害人性命。我侄女前2年嫁到百一村，莫名其妙就死了，说不定也是他干的。人群议论让陈氏母女抬不起头来，2人明显是知道些什么的。来人，把陈氏单独带下去问话。方县令见李长河嘴硬，但他妻子一副心虚模样，估计下一下就招供了。李长河拒不招供，先打20大板。这时候外头有衙役拽着1个人进来，正是失踪了2日的王大牛。启禀大人，王大牛带到，他这2日一直在赌房里，没出去过。王大牛，你可知你母亲前夜死于家中？什么？我娘死了？怎么死了？是不是赌方那群混账去我家催债了？王大牛，你可知你妻子桂花曾被人侵犯过？我娘死了，那我家的钱呢？有没有被拿走？混账东西，回答本官的问题。那个不下蛋的母鸡还不守妇道，死了就死了，你们查这个做什么？桂花死的那天晚上，你可曾与她同房？笑话，看到她那张丧脸我就想吐，我怎么可能碰她？魏兰香看到这里不再逗留，这2桩案子几乎没有悬念了。她往外走，直接到大牢门口等魏老道出狱。这一等就等到了天黑。兰兰，我这么快就出狱了？不然呢？您还打算在大牢里过年？嗨，我知道你聪明，可没想到2天功夫就找到凶手了。刚才进去的李村长是不是就是凶手？桂花和王婆子都是他杀的，但并非全是我的功劳。走走走，快去打点酒，咱们父女俩回去好好喝几杯，聚聚晦气。魏兰香跟着魏老道往闹市中走，听到街头巷尾都在讨论这个案子，真是苍天有眼，这老头太坏了，前后害死了好几个女人。他连自家儿媳妇都不放过，可见心都是黑的了。咱们青木县好几年没出过这种大案了，县令大人真能干，这么快就抓到真凶。我听说是州府来的大人帮忙破案的，原来如此，也难怪方县令和孙县尉那么积极。魏兰香边走边听，听到李村长连儿媳妇都不放过时，有些不好的预感。就在2人买完酒准备出城时，就被随风给追上了。魏师傅，魏姑娘，我家大人请2位一起吃顿饭，以表谢意。魏兰香本想拒绝，结果魏老道的嘴巴更快。有酒喝吗？当然有。您老喜欢喝什么酒？我这就去买。魏老道随后就跟随风勾肩搭背的往回走，魏兰香无奈只好跟了上去。萧纪租的院子离县衙不远。
三人很快就到了。魏姑娘觉得这宅子如何？挺好的。开门见山，是难得的好风水。这房主人是个讲究人。这是之前刘大人住过的宅子，听说我们大人要住，这才低价租给我们的。哪位刘大人？10年前的青木县县令刘恩贵，刘大人。不过如今不在这儿了，马上就升任户部侍郎了。刘恩贵这个名字，魏兰香到死都会记得。他握紧拳头，努力控制着情绪。青木县还出过这样的大人物呢。那当然，那刘大人后台很硬的。随风知道他不懂朝廷之事，也没有解释太多，当下就打开了门，邀请了二人进去。到了，2位请进。萧寂站在花厅门口迎接他们，就连养伤的傅青言也在花厅里坐着。我见天色已晚，便做主请2位一起吃顿便饭，主要是谢过2位救了我表弟。萧寂彬彬有礼，傅青言也是个难得俊俏的美少年。这顿饭魏兰香吃的色香味俱全，看得出来这桌菜是费了一番功夫的。魏老道在打听百宜村的命案经过，萧寂便把今日审问出来的消息告诉他。魏老道听后愤愤不已，气得直拍。没想到这李长河这么坏，我真是看错了他了。多亏了兰香姑娘一手精妙的验尸术，找到了凶手的破绽，都是为师傅教养有方。不敢。魏兰香怕魏老道说漏，夹了一筷子菜堵住了他的嘴。魏老道看了一眼众人，这才咽下食物。萧大人过奖了，我家闺女是挺聪明的。不瞒老先生，在下乃见州府提点刑狱公事，身边缺一个仵作，不知老先生可否愿意到提刑司做事？萧大人要请我当仵作，是老先生愿意吗？魏老道当然愿意，可是他不会验尸。不过他想让魏兰香去，只好先搪塞下来，回去再做商量。容我想想。好。魏兰香低头吃菜，萧寂的身份虽然让他有些惊讶，但当下也有了自己的盘算。她一个女子想要光明正大的查案，仵作确实是个不错的身份。若2位能跟着表哥做事，那以后大家就是一家人了。傅公子养好身体，就该回家了吧？我表哥任期满3年了，也是时候回京了。魏兰香低头想着心事，没发现魏老道频繁看他，眼里带着一抹不舍。上京路途遥远，魏老道自知年事已高，怕是不能相随了。从萧寂的宅子出来，父女俩难得一起散步。兰兰，还记得你小时候，义父问过你，长大后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吗？记得，我说我不知道。那时候你还小，不知道也正常。那现在呢？没想过，那大概是很遥远的事情。你这孩子就是太早会了，有些事情忘了反而更好。不能忘，也不敢忘。萧寂今天明显是冲着你来的，他有背景有能力，且马上就会调回京城，对你是有利的。如果你能拉拢到他，让他为你出头，那么你的事情或许有一线希望。靠人不如靠己。你这么要强，一条路走到黑，你就不怕让我白发人送黑发人？义父，对不起。等回到家里，魏兰香拿出萧寂给的那50两，给了魏老道。您老年纪大了，去城里买座宅子也好，回道官也好。魏兰香说到这就说不下去了，因为魏老道哭了。钱都给我了，你用什么？我会赚钱，饿不死的。倒是忘了，我闺女是要当大西王朝第一女仵作的人。一说到这，魏兰香又笑了起来，趴在魏老道腿上。爹，你要养好身体，等我回来。魏老道伸手在他头顶拍了拍，抬头将眼泪憋回去。教了你10年兰兰，还不知道你本名叫什么？魏兰香退后一步，跪在地上给魏老道磕了个头。我原名沈兰，兰香的兰。小时候我爹娘也叫我兰兰。真是巧了，看来你我有缘。父女俩相视一笑，暂时冲淡了离别的忧伤，二人才收拾好情绪，就听见外头传来了李铁柱的声音：魏师傅，快来救人！魏兰香出去，就见李铁柱抱着李村长的儿媳走了进来。魏师傅呢？嫂子刚才用剪子自杀，流了好多血，把他放到屋子里去。等李铁柱将人放好，魏兰香这才开始检查伤口。铁柱，你去烧热水来。爹，这拔出来8成会大出血，您去煎药吧。魏兰香一边说，一边擦干血迹，判断他受伤的位置。还好没有正中心脏，让我死。现在死是不是太早了？你还没有亲眼看到坏人受到惩罚，你甘心吗？不甘心。那就活下去，离开那个让你伤心的地方，重新开始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魏兰香不断鼓励他，可也能感受到对方的情绪低迷。我本来可以亲手杀了那老畜生的，我下不了手。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，像桂花那样，死后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。不一会儿，魏老道就将药熬好送了进来。魏兰香给他灌了药，然后拔了他胸口的剪刀，用上了厚厚的止血药。等魏兰香处理好伤口出来，李铁柱还在门外等着。兰香姑娘，我嫂子怎么样了？怎么是你来？他家人呢？嫂子她被堂兄赶出来了。果然上梁不正下梁歪。李村长的事在村子里传开后，他的儿子李开智也从献血赶回来了。他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写了休书，把妻子赶出了家门。我嫂子是个好人，她受伤害堂兄，没能保护他，这不是她的错。你说的对，她没有错，但她能不能活下来还不一定。魏兰香一夜守着病人，可最终还是没能救回这条年轻的生命。李铁柱第2天没来，来的是他生病的母亲。我就说不该收治这种失了贞洁的女人，现在好了。名声都被败光，铁柱以后怎么说亲？以李家如今的名声，铁柱这几年怕是娶不到媳妇儿了。李铁柱喊李长河一声大伯，关系算亲近的了。你这是咒我家铁柱，你个没娘养的东西！魏兰香脸色阴沉下来，魏老道见状拿起扫把，径直朝铁柱娘砸了过去。你这老头，滚，快滚！铁柱娘不敢再多言，捂着胳膊骂骂咧咧的走了。这老婆子真是分不清好歹，这些年吃了咱们那么多药，一点感恩之心都没有。义父别生气，以后不来往就是了。
一场闹剧落幕，魏家小院恢复了平静。魏兰香便回屋收拾行李去了。魏老道坐在一旁看他收拾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兰兰，我打算回道馆。义父，你就跟我一起走吧。我老了就不跟着你折腾了，回道馆也算落叶归根，更何况道馆就在那儿，你也能找得到我。好，义父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把死蛇的尸体带回来？我以为你疯了，还给你做了一场法事。魏兰香点头，她刚开始练习解剖尸体时，都是夜里偷偷摸摸的。那次被魏老道撞见，还是一条大蟒蛇的尸体，把她吓坏了。你小时候长得很可爱，但性格真不讨喜。我有时候想，我给自己摊上这么个小祖宗，值得吗？魏兰香鼻头发酸，手下的动作慢了一些。我一辈子无妻无子，眼看就要入土了，却捡到了你，送也送不走，只好自己养着喽。后来我发现，小祖宗虽然不爱说话，爱好特殊，但真是聪明孝顺，也不怕吃苦。跟着我这个老道士住在这破屋子里10年，一句怨言也没有。这是我们的家。兰兰，万事别太执着，你过得好才是最重要的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要向前看。没吭声。魏老道知道自己劝不动，深深的叹了口气。午饭后，魏兰香进城给魏老道采购去道馆要准备的东西，而魏老道则去见了萧纪。魏师傅不跟我们走，我年纪大了，经不起舟车劳顿。您放心，让兰香姑娘一个人跟我们走。雏鹰总要飞出老巢，才能在高空翱翔，她有她的路要走。魏老道又把之前魏兰香给他留下的50两银子交给了萧纪，这钱还请萧大人先收着，来日再转交给他。用不着这样，仵作有俸禄，若是立了功，官府也会给奖赏。那点俸禄够什么？萧大人若是有什么好后生，替我家兰兰做个媒怎样？好，我会帮忙留意。以后你们喊她沈兰吧，她原名叫这个，兰香是我给取的名，香兰当个小名也挺好的。魏老道临走前又交代了一些事情，让萧纪有种被托孤的感觉，但他也很认真的听着，也都一一记在心里。而另一边，县城里的通缉有了结果，幽娘与她的姘头被捕。表哥，我到底哪一点不比那土匪？情之一事本就没有好坏与对错，他从始至终不过是把你当工具而已。呵呵，也是我自视甚高了，以为看上一个青楼女子，对方自然该对我死心塌地。离开青木县那一日，那土匪在菜市场被砍头。幽娘自尽于狱中，傅青言也释怀了，请人将他们2人的尸体埋在了一起。少爷是不是病糊涂了？您不鞭尸就算了，怎么还把他们埋一起了呢？他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生生世世绑在一起，就不会去祸害别人了。萧纪闻言失笑，小表弟能苦中作乐，看来确实是走出阴影了。处理完诸事，萧纪一行人启程。就看见沈兰等在路口，快看，沈姑娘在前方路口等我。沈姑娘，我答应魏师傅一定会好好照顾你，但我等皆是男子，照顾不周之处，还请谅解。萧大人记得按时发俸禄就好。这是自然。萧纪看到沈兰只带着一个包袱和一个工具箱，就帮他把东西拿到了马车。沈姑娘，快上马车。傅青眼热情地邀请沈兰上了马车，面对面与他坐着。傅公子伤势好多了吧？是，已经快痊愈了。经此一难，才知道活着有多幸福。青木县至建州城，骑马1日可达，坐马车却需2日行程。午后，一阵大风吹来，刹那间乌云密布，马上要下暴雨，快找地方躲躲。一行人冲进荒山破庙，是被淋湿了。沈兰撑着伞，扶着傅青眼下马车，就听到破庙外随风与人大声争辩：“快滚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。”来呀，小爷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个不客气法。兄弟们，来活了！不等里头的人出来支援，随风以极快的速度撞向他，也不知是怎么出手的，就看到那大汉飞出了老远。破庙里陆陆续续出来了4个人，为首的男子不仅没有生气，反而笑眯眯的：“实在抱歉，我家兄弟性子急，还望各位恕罪。”好说，出门在外，与人方便，与己方便。沈兰进去后发现破庙十分简陋，仅2、3处能遮雨的地方，角落里缩着一对母女，正生火煮着什么。这雨下得急，应该夜里就会停了。今夜就在此地休息吧。他们带了干粮，不缺吃的喝的。沈兰啃着饼干配水，一间却闻到了一股香味，是角落里那对母女在煮鸡汤。喂，这锅鸡汤我们买了。小姑娘看到彪形大汉，吓得赶紧躲到了母亲身后。抱歉，孩子饿了，鸡汤不卖。怎么嫌钱太少？壮汉又丢下几枚铜板，然后径直拎走了那口锅。妇人想拦又不敢，只好收起地上的铜板，和女儿缩在角落里。关风看不下去，给了他们2块饼，还朝着那群壮汉冷哼了一声：“臭小子，你找死！”一群老爷们欺负2个弱女子，真是能耐。你傅青眼不想多生事端，就将关风喊了回来。等对方喝完鸡汤，为首那男子却过来搭话了：“几位看着有些面善，可是建州人？兄台好眼力。哈哈，我们是建州英杰镖局的，也算是老乡了。不知公子怎么称呼？在下姓萧，萧公子仪表堂堂，不知这趟出门是走亲还是游玩？”萧纪好颜色地回答着他的问题，同时也套出了不少话。这群镖师刚接了大单，要
要护送标物去刺桐港口。刚才堵着他们不忘进，其实是看他们不好惹，怕他们劫标来着。大哥，我腹痛！一声惨叫传来，正是刚才去抢鸡汤的男人。紧接着，其余几人也纷纷捂着肚子哀嚎起来。沈兰站起身，下意识想过去看看，被萧纪拉住了袖子。萧纪冲他摇摇头，然后吩咐随影过去查看。才一炷香左右，那边彻底没了动静。随风面色难看的回来了。大人，他们都死了，口角吐白沫，疑似中毒。这下子所有人都醒了。随风点燃了火把，和萧纪一起过去查看。沈兰跟在他身后，目光往角落那对母女扫去，只见二人睡得正香。刚才那么大的动静，竟然没吵醒他们。沈兰先是过去检查了那锅剩下的鸡汤，随后叫醒了角落里母女。母女俩睡梦中惊醒，戒备地看着沈兰。夫人别怕，我是来问问今晚你煮的鸡汤加了什么菇？是我们娘俩在后山采的菇，叫不出名字来。那是什么模样？还记得吗？有好几种，一种黑如炭，一种白如霜，还有一种挺普通的，但是味道香甜。姑娘要是喜欢吃，后山上还有，明日可以去采摘。夫人照顾好令媛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沈兰没回答，她走到萧纪身边，在他耳边说了句话：你来看看，症状很明显，就是中毒身亡的。一阵轰轰，闪电再次亮起，母女二人终于看清地上的尸体。破庙内一片死寂，镖师们的尸体直挺挺地躺在角落。沈兰掰开镖师的嘴，用棉布擦拭了唾液，然后放在了溶液里。旁人只能看出那溶液变了颜色，并不知道是何缘。随风见状，也用银针沾了一点唾沫，银针也瞬间变黑。银针变黑，却是中毒无疑，是中毒身亡，但未必是蘑菇之毒，还需验证。这时，萧纪才看向了角落里的妇人。你们采摘的蘑菇还有吗？没有了，我真不知道那蘑菇有毒啊！你们也看到的是，他们强买了我的鸡汤。建州山多菌杂，每年误食毒菇殒命者不在少数。这桩案子乍看之下，不过是又一起不幸的意外，可沈兰心中却升起了一丝疑虑。随风将尸体挪出了破庙外，准备等天亮后再去建州府登记备案。沈兰坐在干草堆上，周围有不少呕吐物，散发着酸臭味。沈姑娘，我家少爷让我把这香囊给你。多谢。沈兰把香囊挂着胸口，借着火光仔细辨别着地上的呕吐物。她用一根小棍子细挑着食物渣渣，把成型的食物都挑了出来。娘，那个小姐姐在做什么？妇人抱紧女儿，心中忐忑，死死地看着沈兰的动作。娘也不知道，也许她是在找毒蘑菇吧。沈兰一边分拣食物残渣，一边梳理着线索。毒蘑菇的毒性与发作时间似乎与镖师们的死状格格不入，这其中定然藏着不为人知的隐情。萧纪看到沈兰认真的模样，忍不住也凑了过去。发现了什么？沈兰把收集的鸡骨头拼成了一只鸡的模样，指给萧纪看。这只鸡很小，才刚满月，散养的鸡香味更浓，但什么？这里的残渣大多是鸡肉。蘑菇不足10朵，就算是剧毒蘑菇，5个人分食也不可能一炷香就毙命。你觉得他们不是误食毒蘑菇死亡的？不好说，也许恰好有一种我不认识的毒蘑菇，毒性堪比砒霜。听到这话，萧纪也陷入不解，打算重新梳理一下。先别想了，过去休息一会儿吧。后半夜，庙内众人渐入梦乡，唯有沈兰闭目养神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耳边有细细的脚步声，而且只有一人。那脚步声先是走到那群镖师刚才待过的地方，停顿了一会儿，又往门外走去。沈兰睁开眼，但视线被墙壁阻隔，看不到那人在外面做什么。他数着时间，大约过了3分钟，那人进来了。沈兰重新闭上眼，听到他回到了角落里之后，就彻底安静了。天亮了，沈兰她又听到了那道脚步声，只是这次略显急促，径直从他们身边经过。出了庙门，沈兰往萧纪身上靠去，用力抓住了他的手腕。那个妇人有问题，她应该在找什么？大人可以往这方面查。萧纪闻言不动声色，等了一会儿才追了出去。小树林里，只见那妇人摸了镖师的尸体，似是在找什么东西。怎么会？为什么找不到东西呢？你是在找他们护送的东西吗？妇人受到惊吓，退后一步靠在树上，警惕地看着萧纪。没有，我只是在找他们的荷包，我没钱了。萧纪从袖子里掏出一个盒子，放在妇人的视线内，上下抛动着。这东西是我昨夜从他们身上拿的。妇人的目光死死粘在盒子上，呼吸都变得有些急促。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，我只想要钱。既如此，他们身上的钱财你拿走吧，这东西我便带回衙门了。说完，萧纪转身就走。张氏踌躇片刻，终是开了口：这位大人，我不知您的身份，但那东西是我家的。你知道这里面是什么？是，我知道。你有何证据证明这东西是你家的？又是谁把这东西托给镖局的？妇人被萧纪询问的不知如何开口，坐在地下就哭了起来。破庙里的人听见动静都出来了。娘，是你欺负我娘了。与他无关。娘，他分明……小姑娘听了这话，仍旧怒视着萧纪。随风上前一步，挡在萧纪身前。休得放肆！我家大人乃是建州府提刑官萧纪，掌管建州刑狱。二位若是不肯说，可以去州府的牢狱里说。妇人安抚了小女孩，拉着她便扑通一声跪倒在萧纪面前。萧大人，民妇张氏，丈夫是罗云生，在建州城也算有头有脸的商贾。原本我们夫妻恩爱，自女
双全，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。但从去年开始，家里的生意便一落千丈。春生为了周转，经好友吴忠锦牵线去做湖商的买卖，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。没过多久，赌房就找上门来，说大儿子欠了上万两赌债。我怎么能信？他天天在学堂读书，连赌场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。可那欠条上的字迹却是我儿的，后来才知是他同窗哄骗他去的，输了钱就被逼着写了欠条。上万两银子对寻常人家来说已是天文数字。债主天天上门泼粪泼狗血，打断了我大儿子的腿，还说要把我和月梅卖去青楼抵债。就在我走投无路时，吴忠锦来了，他说罗家有件传家宝名救急，让我拿出来他帮着拍卖。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，可家里还有幼子幼女，我不能让他们出事，只能把宝物交给了他。他后来给了您银子？给了，可赌债利滚利，那点银子填进去，连带着几间铺面都赔光了。我原以为能等春生回来，可大儿子觉得连累了家，拖着残腿投了井，小儿子也染了风寒没了。我好恨啊！一切的起源因为都是那件宝物，我打听清楚了，那宝物根本没被拍卖，是吴忠锦托镖局送去刺桐，要送给大人物，所以我才带着女儿跟着镖师出城，一路尾随，是想找机会把宝物拿回去。你可知道那宝物是什么？那盒子里装着一颗夜明珠。听说是某个古墓的墓主人嘴里含着的，能保尸身千年不腐。这东西我可以不要，但只求不要把它送还到吴忠锦手中。你可有证据证明是吴忠锦设计陷害了罗家？萧霁在建州城待了3年，也认识城中富商吴忠锦。吴忠锦的亲妹妹还是知府刘恩贵的宠妾，所以他在外行商总以知府大人的大舅子自居。我若有证据又如何？那吴忠锦的妹夫可是建州知府。刘大人已经升迁户部，新任知府大人姓姜，是个公正的人。官官相护，刘恩贵升迁了，那底下的官员哪敢得罪他？如果你有证据，本官可以替你立案，缉拿吴忠锦审问。他不过一介商贾，算不得大人物。我没有证据，可我能证明这东西是吴忠锦托镖局送的，镖局里有存单，是他为了夺取宝物才造就了这一切，都是他害的，他该死，他是罪魁祸首。可他也能证明这东西是花了银子从你手中买去的，真就没有法子了吗？或许你可以从罗老爷那边寻找线索，只要能证明罗老爷的失踪与他有关，一样可以立案。罗夫人在家中时做羹汤吗？很少做，从前家中有仆人，后来仆从散了，也是我女儿做的多。小女孩一直站在妇人身边，那双眼睛时而透着悲伤，时而透着愤恨。那昨日的菇是你们一起采摘的吗？听你的述说，你们以前应该没有接触过这些。是我们一起摘的，我们身上没钱，抓了只野山鸡，看到有菌菇，就采了一些来熬汤。大人，我们并不认识毒蘑菇，事先也不知道它们有毒。你们运气不错，采的蘑菇没毒。什么？沈姑娘如何知道的？你沿着破庙四周转一转，看看能否看到死老鼠就知道了。随风一开始没明白，但等他转了一圈就懂了。那些吐出来的东西被沈兰分作了2堆，放在了破庙东西两侧，2堆食物都有被老鼠吃过的痕迹，可周围却看不到一只死老鼠。能毒死5个成年男子的蘑菇，却毒不死老鼠。罗夫人，你把毒下在哪里了？没有，我没有下毒。罗夫人不承认，萧霁也没有追问，而是将目光看向了沈兰。后者没有说话，而是越过母女俩去看地上的5具尸体。才过了半个晚上，中毒死亡的特征越发明显。沈兰似是想到了什么，当即便返回破庙，找到了他们喝汤用的碗，那就是5个普通的竹筒，新鲜现做的，用完就被丢在一边。他打开工具箱，戴上手套，然后用小刀轻轻刮着竹筒的内壁。众人都围了过来，只见小刀刮过之处落下一层细密的白色粉末。沈兰将粉末倒入随身携带的水囊，又取出一根银针放入水中。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银针上，看着它一点点变得乌黑。是砒霜，有人把毒下在了竹筒里。昨日的汤怕是没问题，有问题的是装汤的竹筒。萧霁给随风使了个眼色，随风便准备去检查那对母女的包袱。罗月梅见状，大步冲了过去，想要拦住随风。罗夫人则是一脸茫然。你们要做什么？你让开！随风赶走了罗月梅，搜过包袱之后，冲着萧霁摇了摇头。大人并未找到任何毒药，需要我去搜身吗？你们如果乱来，我就撞死在这里。毒是你下的吧？不是我。罗月梅当即就否认了，可是一脸的心虚，还是出卖了他。罗夫人护女心切，当下就把罗月梅挡在了身后。你们搞错了，我们没下毒，东西我们不要了，我们这就离开。他们只是镖师，与你们无冤无仇，为何要杀人？当然是为了抢回宝物。如果不是我们因为暴雨留宿在这破庙里，这会是一场完美的谋杀。大人行行好，放我们离开吧，我们孤儿寡母，已经快活不下去了。大人一定要强加罪名给我们，难道是要逼死我们？砒霜不难买到，但你们如何能将毒药抹在竹筒内壁，又确保他们会用这些竹筒呢？沈兰拨了拨母女俩昨夜烧过的火堆，捡了一片没烧干净的竹叶。我来猜一猜，假如他们先到了这间破庙，捡了干柴，还砍了一截竹子当柴烧，后来那群镖师也来了，他们坐下后第一件事肯定要喝水，可一群男人出门在外，肯定不会带碗。
于是就拿了他们砍来的竹子做成了竹筒。等等，那毒呢？怎么下的？沈兰看了一眼萧寂，后者摸了摸下巴，猜出了下半段。当时应该快下雨了，这群镖师要在破庙过夜，肯定想睡得舒服些，所以他们出去捡干草了。这庙里的干草只有一堆，应该是镖师们捡来的。趁着他们出去的功夫，有人将砒霜抹在了他们喝水的竹筒内侧。当时他们没有想到，后来有人抢了他们的鸡汤，就着毒药喝了下去，让人以为他们误食了毒蘑菇。说的跟亲眼看到似的，你们怎么做到的？我们说的对吗？罗月梅神情慌张，把脑袋埋进罗夫人怀中。你们胡说，我们没做过这样的事，谁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？说不定是这孤魂野鬼找他们索命来了。我还有证据，人的手如果沾过砒霜，会留下痕迹，只要抹上我特制的药水，就会呈现出蓝色。你们敢伸出手来验一验吗？沈兰取出一个瓷瓶，一步一步朝他们靠近。罗夫人母女退无可退，惊慌失措。罗月梅挣脱开母亲的怀抱，朝沈兰撞过去，将她手里的瓷瓶撞掉了，瓷瓶破碎，无色的液体打了一地。哈哈哈，你这个坏女人，看你还能拿出什么证据？看看你的手吧。什么？罗月梅伸出双手，掌心向上，然后看到右手掌心变成了蓝色。怎么会？怎么可能？我没碰那药水。我记得你昨夜用左手吃饼，一直没动过右手，当时我以为你是左撇子。罗夫人看到这一幕，心跳加速，绝望地闭上眼睛。是我做的，毒是我下的，与小女无关。大人抓我吧，都是我做的。她小小年纪懂什么？她哪里认识砒霜？坏人都该死。在沈兰跟萧寂的配合下，镖师身亡一案也算是水落石出。众人带上尸体，押送上那对母女，准备去上报朝廷。大人，我认罪，这一切都是我做的，请大人放过小女。律法不容顶罪，也不会冤枉一个无罪之人。不，人是我杀的，小女才10岁呀，她怎么会杀人？你们这些狗官放着坏人不抓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罗月梅，说话要凭良心，且这并不是你们杀人的理由。随风说完，就押着二人继续上路。萧寂则是骑马走在沈兰身边，好奇地问道：“刚才那蓝色是怎么回事？”一点小戏法而已，糊弄罗月梅。那瓷瓶里装的是腐蚀水，造价不菲，瓶子也挺贵的。萧大人可否报销？应该的，等回到衙门补给你。纯砒霜是无法用银针试毒的，银针试毒有很大的局限性，许多毒都测不出来。那刚才银针变黑也是戏？那倒不是，他们用的砒霜不纯，才有这样的反应。受教。众人行至半路，迎面一匹快马奔驰而来。萧大人，府城出了大案，知府大人，请您务必早些回去。出了何事？城南富商吴老爷家被灭门，全府上下40几口人无一幸免。吴老爷是吴中锦？对，就是他。听到此消息，众人都很震惊。一旁的罗夫人先是愣了愣，等反应过来，毫无顾忌的大笑起来。苍天有眼啊，月梅，你看到了吗？坏人是会遭报应的。是啊，娘，我们的愿望成真了。我先回城，官书你护送大家慢行即可。是。萧寂带着随风先行一步，只是没走多远又退了回来。只见他长手一伸，抓住沈兰的胳膊，将人提上马背，安置在自己胸前。沈姑娘，事态紧急，得罪了。沈兰从未有过这样的体验。萧寂马骑得很快，渐渐的沈兰也就适应了，还欣赏起了沿路的风景。沈姑娘喜欢骑马吗？喜欢。若是沈姑娘助我破了此案，我就送姑娘一匹好马，如何？好，一言为定。很快三人便进了城门。萧寂骑马径直去衙门，连官服都来不及换，就带着人直奔案发现场。接待他们的是知府衙门的雷捕头，是个大嗓门的中年汉子。他领着萧寂过去，一路上频繁打量着沈兰。这是本官请来的仵作，姓沈。如此年轻的仵作还是个女的。萧寂记挂着案子，没有与他多解释。等到了吴府门外，一群衙役守着门，外头还有不少百姓围观。萧大人，里头的场面不太好看，是否让沈姑娘在外候的？她是仵作。这宅子可真气派，倒不像一般商人的府邸。吴中锦虽然行商贾之事，但他并不是商户，反而在衙门里挂了一个闲职，算是宫门中人。沈兰没说什么，跟着萧寂往里走。众人到了前院，就看见地上躺了3具尸体，还都是趴着的。吴府上下一共47口人，院子里这3个是门房和管家。吴中锦死在自己的书房中，女眷几乎都在后院，连最小的孙子也死了。凶手下手狠辣，毫无人性。沈兰蹲在最近的一具尸体旁，戴上手套，从脑袋一路检查到脚踝。死者后脑勺遭受重击，颅骨裂了，凶手力气很大，凶器是棍子一类的，至于是木棍还是铁棍，暂不确定。他又扒开死者的衣服，用手指按住胸口，判断死亡时间。死亡时间在5个时辰以内。萧寂拉过一名小吏，让他把沈兰的话都详细记录下来。在场的人都有些吃惊，想不到沈兰能迅速判断出这些，就连从案多年的雷捕头听到他这些见解也佩服不已。沈兰一连看了3具尸体，发现死因相同，凶器一致，凶手只有一人。一个人杀光了吴府40几人，这怎么可能？为了验证自己的推断，沈兰提着工具箱往里走。其余死者大多数都死在房中，个别护卫死在外头的，这也说明凶手行凶时间是在夜里，大多数人都在睡梦中。萧寂随着沈兰在吴府走了一圈，目睹了每一具尸体的死状，然后发现只有吴中锦的死法与旁人不一样。他将沈兰叫进书房，二人对着吴中锦的尸体看了许久。看出什么了吗？凶手明显是个高手，其余人都是一击击杀，但吴中锦却是死于颈椎断裂，是被人扭断脖子死的。沈兰扒开了吴中锦的衣服，看到他胸口有大片大片的淤青，背骨断了8根，手指也断了3根。凶手有可能想从他嘴里问出什么，所以杀他之前用刑逼问，看来不是毫无关系的人。沈兰算了一下椅子和书桌的距离，模拟了一下
下凶手的站位。凶手与死者面对面站着，还抓过死者的衣领，两人身高应该差不多。他穿的是锦缎长服，桌上摆着账册笔墨，遇害时可能正在处理公务。若凶手是突然闯入，他第一反应应该是呼救。可书房外过道上有护卫的尸体，显然是被灭口了，没人能进来救他。我好奇的是，吴仲景是不是最后一个死者？这么大的动静，他不可能一点都没听见，而且这都快凌晨了，他为何还在书房？萧寂没有言语，而是问了守在门口的雷捕头：这间书房今日还有人进来过吗？只有我和小林进来看过一眼，绝对没动过里头的东西。确实不像有被动过的痕迹。书房里放着的摆件都是真品，凶手连这些东西都没碰过，显然不是求财而来。凶手下手果断，明显是为了复仇。萧寂与沈兰对视一眼，两人脑海中同时浮现出一个名字：罗家那位失踪的家主张氏的丈夫罗云生。先把尸体抬回去，把吴家的名册找出来，一一核对，看看是否有生还的吴家人。是。萧寂翻开桌上的商铺总账，指尖划过账册上的往来记录。此时随风掀帘而入，神色匆匆。大人问过附近百姓了，昨夜没人听到异常动静。是谁第一个发现尸体？又是谁报的官？是街头卖豆腐的老钱，他每日都会送一板豆腐到吴府，今日也照常上门，结果敲了许久的门都没人开，推门进来就看到了院子里的尸体，也是他报的官，所以吴府的大门没落栓。有没有可能凶手杀完人直接从大门走出去的，然后只关了门？杀了这么多人还敢堂而皇之的从大门离开，这凶手也太猖獗了吧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，再去问问吴家最近有没有经常来往的人，有没有坑了谁家的钱，或者干了什么坏事。随风也想到了罗家，当即派人去查找罗云生的下落。众人出了吴府的时候，天已经全黑了，外头围观的百姓也散了，衙役们在吴府各道门上贴封条，尸体也一具一具的抬出来。衙役经过沈兰身边时，一颗圆润的珠子从一具孩童尸体的襁褓中滚落，正好停在他脚边。沈兰弯腰捡起珠子，指尖刚触到冰凉的珠面，就听到萧寂的呼喊。他迅速将珠子塞进袖袋，转身走向萧寂。沈姑娘先住在我府中如何？只是我府中都是男子，连个丫鬟婆子都没有，怕委屈了姑娘，但让你一个人住外，我实在是不放心。多谢萧大人，我住哪儿都可以。萧寂看沈兰如此爽快，反而显得自己矫情了。你先带沈姑娘回府安置，我去见知府大人。是。没多久，马车停在萧府后门，沈兰下车后看着眼前的院落，有些意外。这里并非想象中的豪华府邸，只是提点刑狱司的后院。沈姑娘毕竟是女子，男女有别，住在东边的屋子可好？好，我都可以。随风带沈兰过去，一路上沈兰好奇地打量着。大人忙于公务，府中也没有一个闲人，所以这院子就荒废了些。萧夫人没有跟着大人一起上任，我家大人尚未成亲。原来如此。随风将沈兰送到，交代了一些事项便走了。沈兰赶了2天路，又碰了那么多尸体，急需沐浴更衣。沈兰关好门，刚洗了个舒舒服服的澡，就听到傅青眼在门口喊她：沈姑娘，我们回来了。待沈兰开门，她便开始叽叽呱呱地说起了路上的事情。对了，我们在城外捡到了一个和尚，沈姑娘懂医术，能否帮忙看看？和尚？对，一个年轻和尚倒在河边，全身都湿透了，发着高烧，胳膊上还有伤。待沈兰跟他过去，便看到关叔正和一个光头和尚拉扯着。你不能走，我家少爷去请大夫了。施主请放手，贫僧无碍。你还在发烧？一点风寒而已，贫僧自己会处理。风寒有轻有重，还是看看吧。把手伸出来。小师傅怎么称呼？贫僧法号了尘。了却尘缘的意思吗？了尘眨了眨眼睛，眼里有水光闪过。他记得10年前有个小姑娘也是这样给他诊脉，还煞有介事的给他煎药，结果他喝完拉了3天肚子。不过那时候他感染了瘟疫，那药虽副作用大，可却救了他的命。他微张着嘴，有一个名字卡在喉咙里，怎么也叫出不来。沈兰没有发现他的异常，给他诊完脉，用手背摸了摸他的额头，很烫，应该到高烧的数值了。话落，沈兰写了一张方子交给了傅青眼，找个人去抓药吧，他急需降温。关叔一把夺过方子，非常不乐意的说道：这会儿药铺都关门了，上哪儿买药去？那你们把人带回来做什么？这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沈兰笑眯眯的看着他，关叔有些无奈。得，我去找随风大哥。说完，关叔便拿着药方跑了。小和尚烧得昏昏沉沉，目光却直勾勾的看着沈兰。沈兰却没有当回事，去外头提了水来，拧了帕子搭在他额头上。别小看风寒，高烧能把你脑子烧傻了。这话从前也有人对我说过。小和尚声音很小，如同呢喃。沈兰并没有听清。等萧寂从衙门回来，沈兰刚把药给小和尚喂下去，他匆匆过来看了一眼，指派了1名小厮来帮忙，便去了书房。次日一早，小厮路过客房，就看到沈姑娘撑着脑袋坐在床边。哎呦，沈姑娘，您在这里坐了1宿。沈兰和了尘同时睁开眼，四目相对，二人同时露出愕然的表情。沈兰收回目光，站起来伸了个懒腰，走了出去。早餐做好了吗？好了，走吧。沈兰吃过早饭，正好遇到了从书房出来的萧寂。沈姑娘早。萧大人早。昨夜麻烦沈姑娘了，今日我会让人请大夫来照看病人。沈姑娘回房休息吧。沈兰点了点头，脚步拐个弯，便回屋准备休息。可是刚躺下，脑海里始终会出现那和尚的脸。他伸手在半空中描绘了几笔，总是隐隐中觉得有些熟悉。是了，人体的骨骼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。难道他是叶哥哥？沈兰猛地坐起来，起身跑出水榭，正好撞上赶来的小厮。沈姑娘，大人交代，一会儿要您与他一道出门。沈兰下脚步，想起自己还有工作，便打消了去见了尘的打算。好的，我这就过去。对了，昨夜救回来的小和尚在做什么？您离开后，他闹着要走，被大人劝下了。原来如此，也许他并不是。沈兰摸着自己的脸，他这张脸与娘亲很像。如果是他，应该会认出自己的吧。沈兰来到萧寂书房的时候，却听到了一阵争吵。我去办案，你跟着去做什么？表哥，你就带上我吧。你伤还没
好。好了，一点事儿没有。我们今日要去验尸，你敢看吗？不是验过了吗？昨天只是粗略看看，今天要仔细验一遍，看看凶手杀人时有什么偏好，也许能推测出他的动机。沈姑娘所言极是，你今日好好在家休息，莫要乱跑。傅公子不如在家中照顾病患吧。救回来的小和尚今日还要按时喝药，时刻关注他的体温。最重要的是别让病人跑了。行吧，那我便守在家中，你们回来告诉我案情的进展。在傅青眼恋恋不舍的目光中，沈兰跟着萧寂出门干活去了。这回萧寂没有骑马，而是和沈兰一起乘坐马车。沈兰的目光落在他身上，或许是他的目光太直白了。萧寂耳根发热，不敢与他对视。你二人同时开口，四目相对。沈兰不知为何心跳陡然加速，他忙调整坐姿，压下嘴角的弧度。萧大人，今日我想再仔细勘验吴中锦的尸体。好。萧寂则跟他说了一些提刑司的事情，免得他不了解程序。沈兰认真听着，官场无小事，她是女子，容不得半点出错。大人，义庄到了。马车停了下来，沈兰先一步跳了下去。这次义庄验尸，到场的人很多，州府提刑司不止萧寂一个长官，下头还有不少判官与知识。沈兰也见到了2位仵作，都是年纪颇大的老者，正板着脸审视着他。捕头雷大江也在，一副看好戏的模样。萧大人，萧寂径直走进义庄，放眼望去，一排排尸体陈列，让他的脸色有些难看。他来见州府3年，这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灭门大案。萧大人，不知今日我等如何分派任务？王仵作有些急切看向萧寂，萧寂则是让随风将一叠纸给了他。你们2人分别从左右开始验尸，按照纸张上的要素一一勘验仔细，务必无缺无漏。这是萧寂根据沈兰之前的笔录提点出来的几大要素，有死者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死因等等，一目了然。沈兰也分到了几张，上面要验些什么都写得一清二楚。真不愧是大西王朝最年轻的状元郎，才共事几天就总结出了这么多经验。萧寂带着沈兰直接走到吴中锦的尸体旁，点了一名知识做记录，其余人见状都有些惊奇。萧大人竟然如此看重这位女仵作，一个小姑娘可别见到尸体吓坏了。是啊，萧大人，那吴中锦死相难看，不如让我们来验。沈仵作是后辈，今日就让他先验，若他验得不够仔细，再请2位出马。沈兰明白，这是萧寂给自己公开展示能力的机会。沈兰把口罩手套戴好，看了那名知识一眼，方愣了一下，随后忙拿出笔墨准备记录。沈兰先将死者基本信息告诉他，随后是验出来的死因以及身上的伤。他语速不快不慢，声音洪亮，周围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。背资料谁不会？他以为这些信息是萧大人告诉沈兰的，顿时起了轻视之心。沈兰没理会周围的目光，开始一寸一寸地检查尸体。死者的伤主要集中在上半身，手腕有勒痕，应该是被凶手绑在椅子上。沈兰当时并未在书房里看到绳索一类的东西，于是问一旁的雷捕头：“死者的衣裳还在吗？”“在的。”“沈仵作要看吗？”“腰带还在吗？”雷捕头去翻了一遍，找出了一根皱巴巴的腰带。吴老爷的衣裳是我脱的，他的腰带绑得歪歪扭扭，像是随手绑上去的。耶，死者生前疑似被腰带捆缚双手，这也要记。听沈仵作的。好。死者左手手指断了3根，指甲断裂，应是生前遭受巨大疼痛时用力挣扎所致。他左手腕上有一粒一粒圆形印记，生前应该有佩戴珠串。听到这话，雷大江又从衣篮中取出了一串佛珠。是这个。沈兰猛然记起昨日捡到的那颗珠子，应该也是其中的一颗。死者信佛？是，吴老爷信佛，每月初1都得到法音寺上香。法音寺有武僧吗？应该有吧，不过法音寺的师傅们个个慈悲为怀，就是有武僧也不可能杀人的。哦，对了，3个月前吴老夫人过世，吴老爷请了法音寺的方丈大师来做了7期49日的法事，之后还与法音寺的了尘师傅结缘，请他每隔3日到府上供言佛法。听到了尘2字，沈兰和萧寂不禁对视了一眼。不过吴府出事的那日，了尘大师没有来，去查一查那一日了尘都去了哪里，见过什么人。雷捕头应下，立刻便带着手下先离开。沈兰强压下心中的不安，仔细研究死者胸口那片伤，从淤青颜色判断，这伤是凶手用拳头砸出来的。他若是与吴中锦有深仇大恨，为何不用更激烈的手段虐杀？单单用拳还是仁慈了些。沈兰也同意这个看法，然后又从死者牙齿缝中发现了一根线头，这根线的颜色和质地都与死者身上的衣裳不符，应该是属于凶手的。麻灰色是最普通的棉麻，普通百姓家中常穿的，那也就是一点帮助都没有了。不，这至少说明凶手日常生活轨迹与普通人无异。沈兰回想起昨夜了尘穿的僧袍，似乎就是这个颜色，不过这颜色太普通了，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。沈兰一通验尸下来，其余2名仵作早就已经结束了工作，两相对比，官员们也看出差别来了。沈兰的那份字迹工整，密密麻麻记满细节，而王仵作与刘仵作的笔录结论一致，措辞简略。那2人明显不服气，凑在一起嘀嘀咕咕。沈兰并未理会，径直走向角落，特意去看了年纪最小的死者。他也是死于颅骨破裂，但从他的脑袋上没有发现棍棒击打的痕迹。沈兰抓过萧寂的手，强行按压在小婴儿的脑袋上，应该是被凶手一掌拍死的。听到沈兰不同的见解，王仵作怒气冲冲地走了过来。你这小娘子，不懂可不要乱说，普通人怎么可能一掌拍死人？凶手不像是普通人，他用的是巧劲儿，所以能造成颅骨破裂，这是内伤。我怀疑他是被捂死的，这婴孩全身外表无伤，被捂死的可能性很大。窒息死亡的尸体面部会呈现青紫色，肺部也会有肺水肿，但这婴孩的尸体并非如此。你说的这些有何依据？何况
场，你又看不到里面，怎么敢断定就是被拍死的？只要打开看看就知道了。你说什么？打开看看就知道了。荒唐！你怎可亵渎尸体？大人，还请将此女轰出去。沈兰不等萧继表态，就反驳了他。王仵作是吧？敢问，身为仵作的职责是什么？自然是分辨死者死因。所以我刚才哪句话说错了？你给出了错误的结论，只会误导大人判断。一个小婴儿的死因错了就错了，怎会影响大人判断？那请问，凶手为何要选择捂死这个婴儿？当然是因为婴儿太小，他不忍心下手，最后选择了捂死他。好，王仵作还挺有善心的，不知凶手听了您的话会不会赞同？你什么意思？凶手不忍心下手，大可以留下这孩子性命，可他还是下了手，这能说明他不忍心。王仵作被问的语塞，脸色涨红。萧继抬手打断二人争执，不必争论，本官只看事实。若是表面看不出死因，可大人不必剖尸，卑职可以肯定，这婴儿是被凶手一掌拍死的。萧继看向王仵作，王仵作冷哼一声，别过脸去。既然萧大人选择信他，那卑职也无话可说。萧继咳嗽一声，怕刺激了王仵作，拉着沈兰走开了。其他官员见萧大人偏袒这位小娘子，都在心里偷笑。不过也有人觉得沈兰的话在理。就在这时，雷捕头也带着查探到的消息匆匆赶回。大人查到了，那了尘师傅前日是被方丈指派下山做善事。城外小郭村有个独眼老婆子，子女死绝，了尘他们帮着种了2亩田。昨日他一整天都在田里收割，村民都能作证。入夜后呢？夜里就歇在小郭村中，有村民入夜后还看见他坐在河边打坐，好端端，他怎么可能进城杀人？还有胡府邻居说，那天夜里狗叫的特别凶，有人出来看过，没发现异常就睡了。卖豆腐的老钱起得早，天亮前看到一道人影从铺子外跑过，速度太快，没看清样子和穿着。吴府名单核对过了，可还有活着的人，除了嫁出去的女儿，吴家上下都在这儿。对了，大人，您带回来的5具标尸尸体，家属已经认领，问何时升堂审案？去把张氏母女带过来。大人觉得这2个案子有关联？也许吧，目前头绪不多，任何线索都不能放过。很快，张氏母女就被带过来了。看到吴忠锦的尸体时，脸上满是快意。无论萧继问他们什么，他们都说是求了菩萨，所以吴家人才死绝了。你们不知道，那菩萨很灵的，不只是我们求了有用，不信你们可以去查，就是城外小郭村供奉的地藏菩萨。胡言乱语，菩萨怎会管这种事？分明是你见吴家人死了，故意攀附。大人别乱说话，拜菩萨要心诚，心诚则灵。萧继皱着眉头，觉得自己有必要往小郭村走一趟了。那你带我们去拜一拜那位地藏菩萨吧。萧继命人送沈兰回去。昨夜未眠，加上一早验尸，他早已面露倦色。沈兰心事重重地离开义庄，心中有无数猜想想去验证，却又有些害怕。房间内，傅青言与了尘相对而坐，一个看书，一个打坐。看到沈兰出现在门口，傅青言丢开书籍跳了起来。沈姑娘回来了。沈兰的目光越过他，落在了尘身上，后者睁开眼，怔愣地看着他。傅公子，我有话想和了尘师傅说。啊，你们说吧，我先出去。门被带上，沈兰坐在桌边，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喝下。今日的药喝了吗？喝了。你知道我的名字吗？了尘低下头，手指紧紧攥住僧袍衣角，没有回答。你何时去的法音寺？其他人呢？当年我们走散了，我记得你们是在一起的。当年镇子被屠，一群半大孩子四散奔逃，沈兰年纪最小，饿晕在路上，醒来看到的只有魏老道。听到沈兰的问话，了尘沉默了许久，才缓缓开口：不记得了，我后来与大家也走散了，走投无路，幸好遇到了方丈大师。沈兰起身，一步一步走到床边，每一步都走得格外缓慢。你为何不敢看我？了尘眼神慌乱，挣扎片刻后，终于抬起头，迎上沈兰关切的双眼。他努力挤出一个笑容，抬手轻轻摸了摸沈兰的头顶。没有，我就是太高兴了，还有些不真实感。2个久别重逢的人，一时间却不知道说什么，气氛难免有些尴尬。小兰儿，看到你还活着，我真的很高兴。我也是。沈兰简单说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，其实都挺平淡的，3言2语就说完了。没想到你一直在青木县，我们离得这么近。我记得你小时候喜欢医术，还说以后要当个行医的女大夫，怎么转行了？仵作很好，至少是宫门中人。看着昔日的同伴皈依佛门，沈兰一时间不知道该不该透露自己的复仇计划。阿弥陀佛，听说州府的提刑官大人很有本事，断案如神，你跟着他也好，他能护住你的。萧继确实有些本事，人品也端正。2人又是一阵沉默，太多话憋在心里，反而不知道怎么开口。沈兰看到了尘还穿着他昨天那件僧袍，不仅衣袖破了，衣摆也磨得发白。陈察觉到他的视线，扯了扯袖子。可惜了，我这些年没有一点积蓄，连份像样的见面礼都拿不出来。你不会嫌弃我吧？不会，我也一样。2个穷光蛋总算找到了一点小时候的感觉。那会儿他们总是坐在门口，对着货郎的担子唉声叹气，因为没钱买东西吃。2人总是凑在一起，想方设法坑家里的兄长们。回忆是美好的，可也是致命的。想到这里，沈兰绷不住了，她捂着脸发出压抑的哭声。了尘没有安慰她，她嘴唇颤抖，眼神里满是哀伤。原来他还记得那段记忆太痛苦了，凡是被记忆裹挟着的人，
是不可能安生的。良久之后，他伸手拍了拍沈兰的头，小兰儿，放下吧，过去的就过去了，人总要向前看。你放下了吗？我已是世外之人了，小兰儿，不管你想做什么，我都希望你能过得好好的，命只有一条，沈伯父他们也会希望你好好活着的。我没有傻到去和仇人拼命，只是当年的真相如何，总要查个水落石出。我不信官府会因为一场瘟疫屠了一座小镇。这些事过去太久了，当年的县令已经高升，3品侍郎对我们普通人而言，无异于蚂蚁和大树。只要大树的根是烂的，无论它如何枝繁叶茂，也会被蚂蚁扳倒。了尘闻言，长长的叹了口气，双手合十，阿弥陀佛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他会为此付出代价的。你说的代价，对有良心的人也许有用，而有些人心是黑的，只会踩着百姓的骸骨往上爬。听到这话，了尘嘴唇颤抖，心中掀起惊涛骇浪。他默念了几遍心经，总算勉强压下心中那股强烈的杀意。坏人自有天收，我们好好活着，才能看到坏人的下。沈兰退后一步，坐在椅子上，转移了话题。你与吴中锦很熟吗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吴家满门被灭，我担心会牵连到你。没事的，我只是去吴府弘扬佛法，每次待不过2个时辰。我想起来一件事，吴家是不是曾经在镇上开了一家酒楼，就是我们最想去、最贵的那家？好像是有这么回事，他家的鱼做的好吃。我记得你说过，那家酒楼在小镇被封锁前撤走了，对吗？两人儿时想吃一顿酒楼的大餐，结果去了才发现人去楼空。第2日，小镇就被官兵封锁了，不许任何人进出。不记得了，似乎是有这回事。可惜吴中锦如果没有死，我想去问问他是不是提前收到了消息。毕竟他亲妹妹是刘文贵的妾室，他这些年应该一直在帮刘文贵捞钱。也有可能，不过他应该知道的不多。你还有些低烧，躺下休息吧，我回房换身衣服。沈兰刚才回来，急着见了尘，衣服都没来得及换。他走出卧室，眉头紧锁地望着蓝天。举头之上真有神明吗？午后，傅青衍提出要出去逛逛，沈兰也想看看建州城的风土人情，便与他一同出门。傅青衍出来就带着沈兰去了首饰铺，大方的要给他置办首饰。我不需要这些，女孩子家总会需要几样体面的首饰，你跟着表哥做事，这些东西会派上用场的。傅青衍很有眼光，挑了一整套头面和一对翡翠镯子，直接让掌柜结账。我是仵作，不需要应酬，你就拿着吧，实在不喜欢就卖了换钱吧。是啊，我家主子的一片心意，沈姑娘你就收了吧。看着热情的两人，沈兰无奈，只好收了。你从前就是这样追女孩子的？追？算了，走吧。三人刚走到门口，就见一对主仆急匆匆跑进来。掌柜，昨日我看中的镯子快拿出来。不好意思，那对镯子刚刚卖出去了。什么？我不是说了不许卖，等我拿钱来买吗？你怎么不讲信用？我们是开门做生意的，哪有一直给您留着的道理？那你卖给谁了？快让他还回来。那姑娘看到掌柜的目光落在沈兰身上，立刻做事就要抢。哪来的乡巴佬，竟然抢本姑娘的镯子？沈兰见他如此没有礼数，没有搭理他，转身就要出门。东西买完了，我们走吧。傅青衍还想跟那姑娘好好理论，被沈兰一把拉走了。那姑娘气势汹汹地追上来，官叔立马将人拦下。这位姑娘请自重。你们知道本姑娘是谁吗？谁啊？难不成是玉皇大帝的仙女？小何，去把镯子抢过来。是。小何明显有些功夫底子，朝沈兰出手时带着一股劲风。沈兰脚下不停变换着位置，轻松躲过了他的攻击。此女什么来头？前知府大人的小姨子。前知府刘大人，没错。原来如此，就算是刘大人亲自站在我家公子面前，也得客客气气的。你算什么东西？韩荣也不傻，听到这话，又瞅着这主仆俩衣着富贵，也不敢太过刺。婢女小何奈何不了沈兰，闷闷地退回韩荣身后。这时雷捕头带着衙役过来了。韩小姐，衙门有桩案子，请您过去问几句话。既是官府问话，民女自当配合。走吧。韩荣经过沈兰身边时，狠狠瞪了他一眼，而沈兰知道她是刘恩贵的小姨子后，眼神异常冰冷。沈兰三人从首饰店出来，找了一处茶楼休息。茶楼里宾客满座，说书先生说的竟然是吴府的灭门案。那钱老板凌晨卯时就挑着一板豆腐出门，先去的便是吴府，推开那朱漆大门，哎呦喂，一股血腥气直冲脑门子。天光微亮看不清，他喊了3声吴老爷，里头连个回音都没有。钱老板跟吴家是街坊，熟门熟路就往里走，刚绕过隐蔽墙，扑通一声，脚下被啥东西一绊，整板豆腐摔得稀碎。他正心疼那几文钱呢，抬头一瞧，乖乖，一双凸出来的眼珠子瞪得比铜铃还大。老范，别整这恶心段子，小心豆腐钱半夜找你算账。满堂宾客哄堂大笑。吴府40几口人的性命，在外人嘴里也不过是供人议论的段子罢了。沈兰端着茶杯的手微微一顿，目光掠过楼下往来的胡商，神色愈发清冷。刚才那位韩姑娘怎么会跟吴府扯上关系？也许是因为刘家的妻妾之争吧。沈姑娘怎么知道的？一边是刘夫人的妹妹，一边是宠妾的娘家，会有矛盾不是很正常吗？可我没姓听说刘大人上京身边有带姓吴的妾室啊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3个人聊得正起劲，说书人竟然开始说傅青衍的事迹了。话说平阳侯府世子放着金枝玉叶不要，偏要跟青楼女子私奔，侯爷气得七窍生烟，上书要换世子，还要把他从族谱里除名。列位说说，这世子如今会不会后悔？离了侯府，他就是个寻常百姓，柴米油盐哪样不难？傅青衍闻言脸色一白，沈兰
瞥了他一眼，不由问道：“后悔吗？”沈姑娘就别取笑我了。爷，咱们得赶紧回京啊！老爷一定是被江姨娘蛊惑了。二公子可是庶子，我当初说过一辈子不回去，如今哪有脸回去？你先写封信回去，就说你还活着，只是身受重伤，无法赶路，需养伤数月。等萧大人回京，你跟着一同回去，让他给你做保。记住，别提被想好算计的事，你爹只会觉得你活该。那我怎么说？就说你们一路往南，本想游历一番就回去的，结果路遇盗匪，遭杀人夺财，还将你抛在了乱葬岗。若非萧大人相救，早已成了孤魂野鬼，怎么惨怎么说。我爹会信吗？你离家时留信了吗？没有。那他们怎么知道你和女子私奔了？之前少爷跟侯爷说要娶优娘为妻，被侯爷打了一顿，也扬言要跟优娘一生一世，侯爷不答应就离开侯府。这话传出去，大家自然就这么猜了。你这恋爱脑真是无敌了，甭管从前做了什么蠢事，现在赶紧补救吧。你可以找人往房中藏一封信，就写自己感情受挫，想出去游历一番，让侯爷不要担心。我爹不会信的。再让萧大人写封信佐证，说外头有人故意散播谣言，抹黑侯府。你爹为了家族名声，总会信的。这样就行了，试试吧。多谢沈姑娘，我以茶代酒，谢你救命之恩与出谋划策之计。我也没那么高尚，不过是希望多一份助力罢了。咦，那不是了尘师傅吗？他怎么出门了？傅青眼看到街头有个和尚一闪而过，等沈兰看去，却不见了那人踪影。真是他，那颗大光头太显眼了。你们坐会儿，我下去买点东西。沈兰说完，不等傅青言反应，径直下楼去了。他在街上转了一圈，几乎每家店都进去看了一遍，却并未找到了尘。沈姑娘，了尘小师傅病好后总归要离开的。你说的对，我们回去吧。众人回去后，沈兰去了尘房间，却发现他正在房中打坐，并不像出过门的样子。等问过萧家的2名小厮，也都说没看到了尘师傅出门。夜色渐深，萧寂处理完公务回来后，将沈兰请至了书房。今日事忙，还没来得及细看这些验尸笔录，沈姑娘可否帮忙整理？好。半个时辰后，沈兰将汇总递到萧寂面前，上面清晰标注着关键信息：吴家40几口人，死亡时间间隔不超过半个时辰。凶手第一个杀的是吴中锦，再对其他人动手。我猜凶手是吴中锦的熟人，进府时没引起任何人警觉。这是雷捕头查到的。近日与吴家来往密切的人，今日已审问了一部分。沈兰接过名单，韩荣的名字旁画着叉，显然已洗清嫌疑，而了尘与法阴寺方丈的名字也在其中，让他心跳骤然加快。如此大案，小人物很难做到，可先排除没武功、力气小的。萧寂提笔，大笔一挥，划去大半名字，最后竟也将了尘的名字划掉。沈兰莫名松了口气，忍不住开口辩解：了尘师傅心地善良，一心向佛，不会是他。你可知今日我们去小郭村听到了什么？这位小师傅当日宿在小郭村，有村民作证。那张氏说小郭村的地藏菩萨灵验，本以为只是一句戏言，没想到是真的。怎么说？从前年开始，拜过菩萨的村民除了求财求子，许多事都应验了。有人丢了牛，拜完2日内就找了回来；有个卖妻卖子的赌徒，求菩萨后死在庙外，村民有纠葛，丢圣杯评理，不服的就会被噩梦缠到福气。张氏也去求过，他肯定盼着吴家家破人亡。是罗家的事，我已派人去查，若真是吴中锦设计陷害，他死的不冤。说完，萧寂就拿出当初从镖师遗体上拿来的夜明珠。这颗珠子我找懂行的人看过，确实是古墓中出土的。张氏没有撒谎，这颗珠子真的能保尸体千年不腐？哪有那么简单，还需各种手段。这东西顶多起个心理安慰作用。萧大人原来也不信这个。这东西一旦传出去，必定引得各大人物争抢，如何处理也很棘手。不如献给皇上，既可以为张氏争取到一些好处，也能让这珠子过明路。好，明日我便写份折子，与东西一同寄回去。大人顺便还可以替傅公子求求情。近日我们在茶楼发现他与青楼女子私奔的故事，竟然传到了建州。萧寂听了他的意见，当即铺开纸张写了一封信。他笔下的傅青言成了个受人诱骗、与敌人斗智斗勇的勇士。平阳侯早年上阵杀敌，最不喜闻若书生，偏偏傅青言喜闻厌武，很不得他欢心。加之姑母与侯爷分别多年，关系不好，侯爷更喜欢从小在他身边长大的庶子，所以侯爷确实是想趁机换世子。这件事我知道，皇上没有批准，自古嫡庶有别，傅青言又没死，皇上不会立即同意换世子的。沈兰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人心，怀疑傅青言私奔一事或许还有内情。他一定自小被母亲保护得很好。不只是姑母，他可是侯府老夫人的心头宝。萧寂写完给平阳侯的信，又写了一封家书。沈兰看到他从书架上取下一个首饰盒，比他从前看到的任何一款都漂亮。萧大人对未婚妻还挺贴心的。萧寂闻言动作一顿，脸上浮现出一抹尴尬。这是送给佳妹的，她年前托我在南边买一个这样的首饰盒。那您没给未婚妻也买一个？萧寂可能没想那么多，听了沈兰的提议，点了点头。你说的对，明日我命人再去寻一个这样的。款式可以相似，但千万别买一样的。萧寂似懂非懂，随后点了点头，觉得听沈兰的总没错。他与未婚妻是奉父母之命定下的亲事，也才见过一次，其实并没有太深的感情，但对方将来会是他的妻子，萧寂自然希望夫妻和谐。还有沈兰的终身大事，魏老道长托付给了他，他也该尽一份力。只是如今重案在手，他也没有多余的精力管。他的目光不自觉地落在沈兰脸上，
沈姑娘，明日我与雷捕头要重回案发现场，您若无事，可以跟着一起去。好。随后，沈兰参考现代侦查的方式，给萧纪提了几点意见。我们可以先从这几个方向查：凶器一直没有找到，是否能在附近展开搜索？还有，凶手在吴府杀人，里里外外都走了一遍，是否有留下脚印或随身物品？那么多人被杀，有些人来不及反抗，但总有人看到了凶手，是否有留下一些线索？萧纪听得豁然开朗，直到3更鼓传来，才发现已是深夜。沈姑娘若身为男子，定是个出色的提刑官，萧某佩服。论验尸，我确实有不错的经验，但破案并非我所长。翌日晨光微曦，沈兰惦记着了尘的病情，天刚亮便提着药箱赶往偏院。稍事退了，你底子虽好，也不能仗着年轻硬扛，生病了就得安分休息。了尘指尖攥紧床沿，目光落在沈兰的侧脸上，语气带着难掩的不舍。我下山已逾数日，该回法音寺了，免得师父挂念。我听说法音寺离城不远，你等我从吴府回来，亲自送你回去。往后我得空也能常去看你。了尘嘴角扯出一抹不自然的笑，轻轻的点了头。小兰儿，好好活下去，有些事总要有人承担，但绝不能是你。沈兰未曾察觉了尘心中的波澜，转身赶往了吴府。吴府上下已被衙役搜遍数轮，唯有厨房土灶里的半截木棍藏着关键线索。沈姑娘，这指印未必是凶手的吧？说不定是烧火丫头留下的。烧柴只会握在木棍中段，绝不会捏在靠近端头的位置。况且这指印深陷，必是长时间用力握持，手心出汗才会留下。寻常烧火不会有这样的痕迹。就算证明了这是凶器，又能如何？这看着就是一截普通的木棍。不，这木棍应该是从扫帚上拔下来的。去找找看，哪里有散架的扫帚？随风带着一群衙役四处去寻，扫帚太普遍了，他们刚才压根没注意到这东西，最后在吴仲景的书房院子里找到了，这也验证了沈兰的推断。这么看来，凶手确实是先杀了吴仲景，后开始血洗吴家，从书房往外。如此说来，他确实是大摇大摆从正门离开的。太张狂了！萧纪握着棍子，模拟着凶手行凶的路线走了一遍。大多数尸体都是在床上，是在睡梦中被杀害的。如今已知，当时还醒着，死在外头的只有4名护卫、2名门房以及管家，其他人好说。管家为何后半夜了却出现在前院？凶手半夜杀人，虽然占尽优势，可难道一点声音都没发出来？当时就没人听到动静跑出来？难道吴府上下都被药倒了？沈兰走进最近一间屋子，在桌上发现了一个茶壶，她倒了一杯茶水出来，先放在鼻尖闻了闻，然后小小的舔了一口水。沈姑娘，小心为上。水里没有迷药，就是普通的茶水。沈兰沿着屋子墙角绕圈查看，突然蹲在地上，指着一圈细碎的灰烬。香。萧大人，若香有问题，能从香灰中查出来吗？萧纪立即让随风去请城里最擅长解毒的老大夫，或许能找到答案。随即几人分散开来，在各间屋子里都检查了一遍，果然这样的香灰，每间死人的卧房都有。他如何能顺利的在每间房中都下药？难道凶手是吴府的人？之前的名单应该没有遗漏啊。凶手对吴家很了解，可能是经常出入吴家的熟人。这个季节蚊虫很多，几乎家家户户夜里都会点燃蚊香。如果凶手把吴府的蚊香替换成了迷香，则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下毒。那他直接把迷药换成毒药不更好？杀人还得费力气。我们一开始判断凶手与吴家有血海深仇，既然要报仇，那肯定是亲手杀人更有复仇的快感。听到了这里，沈兰忍不住颤抖了一下，想到了自己的血海深仇。沈姑娘，沈姑娘，萧大人叫我。沈姑娘要是累了，就先回去休息吧。多谢大人关心，我没事的。很快，2位老大夫被随风请来了，二人研究过香灰后，得出了同样的结论。这香里除了艾草，还掺了好几种能让人昏迷的药草，艾草味把药味盖了，寻常人根本发现不了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香是凶手带来的，送给吴老爷？吴老爷很信任他，当即就派发下去点了。从香灰的形状判断，凶手拿来的香也是祥云图案的，市面上恐怕都买不到，这更加说明他是有备而来，先从卖香制香的人家入手。如果香不是凶手自制的，那一定是有人配合了他。萧纪一声令下，全城卖香的人家都被衙役光顾了一遍。不久便有衙役发现，其中一家在官府备案过的制香人失踪了。萧纪急忙带着众人去了他家。你们找老卢啊，2天没见他了，好像说是到外地进货去了。那他的家人呢？他哪有家人，一直都是一个人。衙役们面面相觑，也无法确定这位老卢是不是帮凶手制香的人了。沈兰回到萧府的时候，被小厮告知了尘师傅已经走了。他没有太大的意外，只是莫名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沈姑娘，了尘师傅离开前让小人将这封信交给你。沈兰接过信道了谢，然后回到屋里才打开。小兰啊，对不起，我不辞而别了。10年时间改变了很多，我已不是当年的我，我骗了你。法音寺已与我无缘了，我要离开建州，云游四海。未来路漫漫，也许我们还会有相见的一天。愿安好。沈兰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把信收好，脑子里出现了不好的念头。李烨，你为何偏偏在这时候离开？吴家满门的血案真的与你有关吗？若不是，我这般猜忌，又对得起当年的情分吗？沈兰陷入两难之际，而萧纪此时正为吴家灭门案绞尽脑汁，一张人物关系图铺满书桌，却难寻半分突破口。吴家的亲友、生意伙伴全在这儿了，重点人物都盘问过，没有一个符合凶手特征。难道真如传言所说，是刘家的旧怨牵连了吴家？大人，要不属下去查一查刘大人的过往？他刚走，吴家就出了事，这未免太过巧合。去吧，刘文贵能爬到户部侍郎的位置，绝非善类。吴忠锦若没参与其中，也不会被报复至此。就在这时，书房外有人敲门，小厮的声音传了进来：“大人，雷捕头有急事找您。”
快请进来。萧大人有线索了，那个自乡的老卢亚轩10几年前娶过吴宗锦的妹妹，可被吴宗锦打出门了。后来吴宗锦把妹妹送给刘恩贵做妾，吴家才借着这层关系发迹。继续说，刘恩贵高升后把吴氏丢在郊外农庄了，属下查过，吴氏和卢亚轩还有联系，而且吴氏已经疯了，立刻发通缉令，全力搜捕卢亚轩。萧纪全力追查卢亚轩的下落，沈兰却将目光投向了被弃在农庄的吴氏。他猜想，这个疯癫的女子或许藏着比卢亚轩更重要的秘密。第二日一早，沈兰就雇了一辆马车出了城，车夫一路上和沈兰套近乎。我说小姑娘，你亲戚挺有本事啊，那山庄可是前任亲口名下的。沈兰也顺便问了一些刘恩贵的事情，可惜对方只是平民百姓，知道的不多。到了前面那气派的大门就是了。麻烦您在这儿等我一阵，我寻到人就出来。沈兰敲开了侧门，给守门婆子怀里塞了一串铜钱。阿婆想找个人。姑娘找谁？我远房表姐，听说她在这儿做丫鬟，名叫二丫。我老家亲人都不在了，想来问问这里还缺人不？这庄子里一喊二丫，得跑出来10几个。既然是伺候主子的，那肯定改名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婆子看沈兰穿着普通，但长相上乘，动了一点小心思。要不我带你去见管事，他若肯收下你，你来日再慢慢寻你表姐。多谢阿婆，您真是个大好人。婆子笑眯了眼，带着沈兰进门，东拐西绕的走了许久。阿婆，这庄上现在谁主事啊？当然是刘庄头啊，他可是刘大人的亲戚。刘大人那么厉害，怎么他亲戚还用当庄头？这话说的，亲戚也有亲疏远近，能当个庄头已经很好了。我听说最近城里出了一个大案子，死的就是刘大人姨娘的娘家人。你是说吴氏吧？他就住在前面的小院里，咱们离远些。为什么？晦气。婆子不肯多说，沈兰也就不问了。路过一座假山时，她突然捂着肚子蹲了下去。呀，肚子好疼！姑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肚子疼。前头右拐就有茅房，你快去快回，我在这儿等你。沈兰点点头，抱着肚子跑开。等转了弯，她跑向吴氏的院子，从墙头翻了进去。吴氏住的院子有些荒凉，杂草都没人收拾，一路也没看到下人。沈兰直接推开正房的门，看到一名女子披散着头发，背对着她坐着。娇娇，吴娇娇。吴氏没有回头，正低头雕刻着木雕，弄得满手是血。她仿佛察觉不到疼痛，也听不到外界的声音。吴氏果然疯了。沈兰看不下去吴氏自残的行为，上前拿掉她手里的刻刀和木雕。见吴氏并无太大反应，又找来棉布帮她包扎好伤口。等做完了这一切，就发现吴氏正呆呆地看着她。沈兰看到这张脸，也觉得有些熟悉。吴氏却捂着脸，大声尖叫了起来：“月华，快跑，快跑！”听到这话，沈兰浑身僵硬，因为月华是她娘亲的名字。她终于想起自己小时候见过吴氏，她是母亲的好友。沈兰走向前，用力地拉住吴氏的手，让她直视着自己。娇娇，你还记得我对吗？月华，你是月华。娇娇，你对得起我吗？月华，我有叫他通知你的，是他骗了我，吴忠景骗了我。月华，你还活着。沈兰心下一咯噔，她想起来了，小镇爆发瘟疫之前，吴忠锦曾上门做客。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，是因为他爹那次发了大火，把客人赶出了家门。难道是因为那次争吵，让吴忠景记恨上了沈家，所以才不愿意替吴氏传话？又或者是吴忠景怕得罪刘恩贵，不敢让消息外泄，所以故意敷衍他妹妹？想到这里，沈兰露出一道狰狞的笑容，想要继续套出些有用的信息。不啊，我死了，我是来带你走的。却没想到吴氏居然松了口气，痴痴地笑了起来。好啊，带我走吧。是刘恩贵下令屠杀谷里镇居民的吗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吴氏用力摇头，眼里落下泪来，却什么也没说。娇娇，我想报仇，你会帮我吗？不要不要，娇娇，我的孩子死了，我的丈夫死了，我的亲人全死在了小镇上，我恨啊！不要，你舍不得刘恩贵死？不要，如果我一定要杀了他吗？不要，斗不过的，斗不过的。我是鬼啊，鬼怎么会斗不过人呢？你不是。沈兰以为自己暴露了，却见吴氏傻乎乎地笑了起来。你有影子，你不是鬼，呵呵。娇娇，我想报仇，我也想替你报仇的，可惜没成功。沈兰正想问这话是何意，就听见门外传来了丫鬟呵斥看守婆子的声音：“找人就找人，跑这里来做什么？谁会来这鬼地方？”娇娇，我要走了，明日我再来看你。沈兰话落，便从窗户跳了出去，关好窗，跳过围墙，选了一条路，故意与寻她的人碰上。死丫头，你跑哪儿去了？阿婆，这里太大了，我刚才迷路了，走来走去都是一样的路。都怪你，害我挨了一顿骂。快走快走，以后别来了。沈兰失了婆子的信任，被赶出了庄子。车夫瞧见她失魂落魄的走来，立马安慰道：“姑娘别想不开，一次没找到也正常。那么大个庄子，说不定明天就找到了。”多谢大哥吉言，那我明天再雇你的车。好说好说，老顾客，我给你便宜些。回去的路上，沈兰一直在想该如何将吴氏顺利救出来。吴氏定然知道一些内幕，看他的遭遇，不仅是被刘恩贵厌弃了，可能还做了一些得罪人的事，还有他的疯病，也要接出来好好医治才是。进了城，沈兰发现人群往府衙的方向涌动，便在城门下了车。
听说了吗？半年前家破人亡的罗家是被吴仲景害的。真的假的？萧大人要升堂审理了，说是抓着证人了。罗家祖上是挖古墓的，得了件宝贝，被吴仲景知道了，就设计害了罗家满门，这真是报应啊！沈兰听到是这个案子，也加快脚步往府衙去。等赶到府衙时，堂外已围满了人，堂下跪着的赌房管事、书童等人纷纷招供。大人，是吴仲景给了小人银子，让小人引诱罗大少爷赌钱，逼他欠下巨额债务。小的也是被收买的，是小的把罗大少爷引去赌房的。张氏母女跪在堂下，听到真相后泣不成声，周围百姓们对其怜悯至极。可当萧大人说出罗月梅下毒毒害无名镖师时，百姓们纷纷扼腕，同情转为厌恶，一句句难听的话传入沈兰耳中。小小年纪竟然有如此恶毒心肠，难怪罗家有此遭遇。那镖局的人与他们无冤无仇，这也下得了手，真不是人啊！大西律例没有不满14岁不判刑的说法，杀人偿命，罗月梅必死无疑。至于张氏，他确实有教养不当、监护不力的责任，被判了流放之刑。其余众人只要收过好处的，也全都被判了刑。罗家的珠子本该归还，但那东西你们保不住，你可愿意用那东西换一个愿望？大人，我却有一事请求，我不用判流放，我只想要和女儿在一起。沈兰站在人群中，看着堂下相拥的张氏母女，仿佛看到了以后的自己。吴家的案子远比想象中更复杂，而他的复仇之路才刚刚开始。案子终于审完了，沈兰就在官府门口等萧纪一起回府。没多久，萧纪便走了出来，见到沈兰的第一句话就是：派去刺桐的人回来了，没有找到与镖局对接的那名海商。也许是错过了接头的时间，所以那海商提前离开了。镖局那边的存单看不到收货人是谁吗？能，但只写了姓胡，他们用信物和暗语交接，可惜镖师们的遗物都还给家属了，现在也不确定信物是什么。暗语呢？总镖头说了，只是一句很普通的诗句。走吧，先回去。刺桐寻商无果，镖局线索又陷入僵局，这桩牵扯甚广的案子依旧迷雾重重。第二天一早，沈兰就收拾利落，打算去将吴氏偷偷带出来，只是没想到刚出门就碰见了萧纪在院子里打拳。大人，我今日还有些私事要出门一趟，好需要人手跟我说。萧大人在城中可还有其他住所？沈姑娘是觉得住在这里不方便吗？之前官府在东街口另了一座小宅院，你去那里吧。沈兰想解释自己是需要一个地方安置吴氏，不过她没法跟萧纪提这事，便就此答应下来。拿了钥匙，沈兰便自己拎着为数不多的行李离开了。城门口，车夫拉着一辆马车等候，看到沈兰走来，脸上立刻堆起笑容。姑娘快上车，我们今日速度快些，你也可以多早一会儿。我今日不一定回城，麻烦小哥送我过去即可。行，来回跑确实费钱又费时间。庄子附近有村庄，你可以找个人家借宿一宿。多谢。等到了地方下车，沈兰结掉车费，便开始在附近踩点。等到了夜里，沈兰换上了夜行衣，就从山庄的一侧围墙翻了进去。她按照记忆找到了吴氏所在的院子，只见院门开着，可里面一个人也没有。人呢？难道出去了？等进去，沈兰才发现这个屋子不仅仅是少了一个人，连日常物品都消失了，这让沈兰毛骨悚然，以为自己昨天出现了幻觉。就在这时，沈兰听到院外有脚步声，立刻闪身爬上院子里的大树躲着。庄头让我们把这院子锁了，你快进去看看里头还有没有落下什么东西。这死人的东西我可不碰，而且之前孙婆婆已经带人搜过一遍了。那吴氏从前好歹是宠妾，还有个富商哥哥，手里的钱可多了，万一留下什么金银财宝，你真不要。小丫鬟犹豫片刻，还是跑进了屋子，很快又惊慌地跑了出来。姑姑，我们走吧，里面什么也没有，就一个破木雕，真是个胆小鬼。院门锁上的声音响起，两人的脚步声渐渐远去，沈兰这才从树上跳了下来，又进了一次屋子，等出来坐在石阶上，手中还攥着那个未完成的木雕。沈兰啊沈兰，你一个学法医的，竟然会信这些天煞孤星的命格？吴氏已死的消息如同一记重锤，狠狠砸在沈兰心上。昨日还能感受到的一丝亲近，今日便已阴阳相隔。出了庄子后，沈兰漫无目的地走着，也不想回城，却正巧看到有2个庄丁抬着担架往山上走，他下意识便跟了上去。还好吴家被灭门了，否则咱们今天干的事被吴老爷知道了，非得被大卸8块不可。谁说不是呢？想当初这位姨娘，咱们连见都没机会见，如仙，嘿嘿。虽然人又疯又傻，不过身段还真是不赖，要是再年轻几岁就好了。别想了，要是再年轻几岁，也轮不到咱们。听说刘庄头早就把人玩过了。走，把人丢后山，赶紧回去，这后山夜里有狼。听到这2人的话，沈兰的胸口剧烈起伏着，忍不住动了杀心。2人抬着尸体爬到山腰，随意选了一块地方就把尸体丢下了。沈兰看到草席散开，露出了吴氏赤裸的身体，其中一个家丁还在动手动脚。怎么，你连尸体都不放过？冷冰冰的，没意思，走了。沈兰心中杀意无法抑制，施展轻功冲到他们面前，刀子在他们身不停划过。2人心惊胆战，只觉得身上被碰过的地方哪都疼。女侠，不，仙子，我们没得罪过您，求求您放过我们吧。别找我，别杀我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。你们刚才丢了什么？大仙饶命！是我们庄子上刚病逝的女人。哦，是吗？沈兰举着小刀慢慢逼近，家丁见状立刻不停地磕头。是被我们捂死的，不过不是我们的主意，是刘庄头，是他下的令。哦，杀一个女人做什么？他今天发了疯似的要往外闯，还说要去找什么人。刘庄头嫌麻烦，就把他弄死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沈兰的心情顿时跌入谷底，手起刀落，便结束了2名家丁的性命。
沈兰将自己原来的衣服套在吴氏的尸体上，背着他的尸体下山。他一路背着吴氏进城，夜里也无人发现他背上的人早没了呼吸。回到小院，他给吴氏重新梳了头发，绑了红头绳，描画了漂亮的妆容。愿你来世投个好人家，平平安安的过一生。把人收拾干净后，沈兰从行囊里倒出所有银钱，重重叹了口气，还是太穷了，连块安身的墓地都买不起。沈兰将银钱收好，简单梳洗后，躺在隔壁房间的床上。本以为累了一天很快就会入睡，结果噩梦一阵接一阵，最后他不得不睁开眼睛，盯着天花板，直到天亮。沈兰迅速起床，按部就班的洗漱更衣，然后锁好门，准备去衙门。只是刚出门口，就碰到了雷捕头跟几名衙役正在押送一名中年男子。雷捕头，神仵作，这是陆亚轩。是啊，追踪了他2天，终于把人逮住了，我们也要送他去衙门一起。好，沈兰跟在身旁，时而打量着姓卢的，时而和雷大江搭几句话。原来这卢亚轩果然跑回老家去了，在山里躲了几天才赶回家。雷大江假扮商人暗中巡查，最后找到了躲在地窖里睡觉的卢亚轩。沈兰看了卢亚轩一眼，只见他神色奄奄，浑身透着一股木气。沈兰慢悠悠地走到卢亚轩身边，压低声音说了一句话。听到这话，卢亚轩猛地抬头，双眼瞬间通红，任凭衙役拉扯打骂也不肯挪动。他是怎么死的？沈兰不想说，摆了摆手，转身离开了。你快说，他怎么死的？卢亚轩大步冲上去，又被衙役拦了下来。你都自身难保了，有什么资格关心他？一路到了衙门外，沈兰先一步走了进去，萧纪已经得到消息，等在了公堂上。嫌犯一到，直接进入审案环节。跪下！卢亚轩38岁，本城制香师经营文香阁香料铺可对。本月初5晚上你在何处？若执意不开口，本官可就要动刑了。卢亚轩抬起头，目光空洞，突然咧嘴惨笑起来。大人不用问了，是我做的，吴家上下几十口人都是我杀的。你可知亲口认罪意味着什么？几十条人命可不是斩首示众就能了结的。我认是我做的。雷大江气得握紧刀鞘，上前一巴掌打在卢亚轩脸上。畜生！1岁孩童懂什么？你怎么下得去手？雷捕头退下。卢亚轩从地上爬起来跪好，不等萧纪盘问自己，便说起了与吴家的恩怨。当年我在制香坊里当学徒，对吴娇娇一见钟情。我那时候年轻一表人才，很会讨女孩子欢心，很快娇娇就爱上了我。努力学本事，攒了钱，带着十足的诚意上门提亲，却被吴中锦打了出来。他骂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我知道自己家贫，可我不会穷一辈子，我能保证让娇娇过上好日子。可他哪里肯听，转头就把娇娇送给一个县令当妾室。你就因为这些陈年旧怨杀光吴家人的？那倒不是。卢亚轩又盘腿坐下，握住了一枚香囊，放在鼻尖闻了闻。他闭着眼呼出一口浊气，在睁眼时眼里满是凶光。当年的事我以为过去了，这些年我忘不了他，一直没有娶妻，但也没再联系他。直到那个县令成了建州知府，我在法音寺上香时又遇见了他，我才知道他过得并不好，主母欺压，小产后坏了身子，不能再怀孕，加上府里一直进心里，他渐渐失宠。呵呵，这不是正是我的机会吗？卢亚轩扫了一圈，看到站在门口的沈兰，指着他问：如果你是他，你会选择离开刘家跟我走吗？我不是他不知道他的选择，但换成是我，一开始就不会进刘府做妾。听到这个答案，卢亚轩先是一怔，随即放声大笑，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。可惜他看不透啊，他不肯离开刘家，一个失宠的妾能有什么好下场？他却坚持待在那座牢笼里。我没办法，除了偶尔找机会见一见他，什么也做不了。可是没想到，短短几年，姓刘的又高升了，他要上京了。刘夫人发现了我们过往的事，还污蔑我与娇娇有染。姓刘的哪里愿意带一个这样的妾上京？于是就把他丢到庄子上。我去吴家求吴中锦，让他接娇娇回来，他的后半生我会负责。谁知道吴中锦还是打了我一顿，骂我痴心妄想，说他妹妹就算是死，也要进刘家的祖坟。呸！他真不是个东西，他连自己亲妹妹的生死都不顾，他枉为人。那你就因为这个杀他满门？对，他不知道，娇娇去了那庄子上被人欺负，神志也不清醒了，连我都要认不出来了。卢亚轩越说越难受，痛苦地捂住脸，将脸埋在膝盖上。他明明那么好，那么开朗，却成了个人人口中的疯子。那你没试着将他接出来？我怎么没试过？可那庄头狮子大开口，要我拿1000两银子出来。我虽然小有积蓄，可哪有那么多钱？所以我又去找了吴中锦。初5那天夜里去的，我跪着求他借钱给我，并承诺加倍还他，可他还是不肯答应。我气急了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杀了他。我也许是疯了，杀了他之后，我觉得不够，于是我把吴家上下全杀了，哈哈，都死了，死了好啊！你说是你杀了吴家满门，你用什么武器杀的？棍子，就在院子里拿的棍子。那吴府房中的迷香你是怎么送进去的？我就是制香师，我做的东西在城里也是人人追捧。大人您府中肯定也用我家的香，香是我送给吴府管家的，还给他塞了钱，所以他才肯半夜给我开门啊。众人恍然大悟，原来如此，这也就解释了为何管家的尸体会出现在前院。卢亚轩说完这些，转头盯着沈兰：快告诉我，娇娇是怎么死的？你怎么知道她死了？沈兰没有理他，往前一步，先朝萧纪行了礼。大人，昨日我去刘家的庄子上了，听下人说的，吴氏死了，其余并不知情。卢亚轩狠狠捶着地面，拳头上一片血红。一定是刘吉杀了他，我就应该把他也杀了。就在这时，江知府从后堂走出来，萧纪起身给他让座。沈兰第一次见这位大人，只觉得他不苟言笑，威严赫赫。你犯下此等大案，却仍不知悔改，一心杀人，早已失了人性。按我大西律例，可按最严重的刑罚惩处，诛你9族。
大人，草民一人做事一人担。可你为何不让吴忠锦一人做事一人担？你杀他满门，本官杀你满族，你为何不服？萧纪还有话想问，可江知府比他动作更快，直接下了判决。最后虽然不是判诛9族，却也判了夷3族，便是直系旁系3代以内悬诛。犯人被压下去，可沈兰站在原地，还有些不真实感。他觉得还有许多没有核对的地方，也有些说不通的疑点。可江知府像是解了心头大事，露出笑容，拍了拍萧纪的肩膀。萧大人真是年轻有为啊！如此大案，短短几日就破了，哈哈！本官一定要上奏为你请功。大人，此案尚有疑点，需确认此事判刑过早了些。前职，本官不是非要干涉你办案，不过这个案子上头来公文了，必须尽快破。而且他主动认罪，案情也陈述的十分完整。如果不是他岂会连累3族也不翻供？好了，案子就这样结了，你就等着汴京那边的好消息吧。沈兰沉默地跟在萧纪身后，二人一起往后院走去。萧纪突然停下脚步，转过来面对他。沈仵作有话要说吗？大人自己都满腹心思，怎还关心起下属来了？呵，其实也没什么想不通的。他认罪了，大部分细节也都对上了，无非是少问了几个问题而已。他陈述的太完整了，像是事先背过的稿子。正常人杀了这么多人，心里早崩溃了，叙述也应该会前言不搭后语。而且他半夜进吴府借钱也很奇怪，为何不白天去？为何不饭后去？正常人那个时间也睡了。他杀了吴忠锦可以说是泄愤，但一口气杀40几人，不能只是因为迁怒吧？永远不要去带入凶手的情感，你不是他，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做。若是能理解，或许你也会变成他那样的杀人狂魔。沈兰脚下动作一顿，想起了昨天死掉的那2个人，心里涌上一股酸涩。大人，卢亚轩什么时候行刑？案卷得往，刑部送。这种大案得过刑部才可执行，怎么也要3个月后了。沈兰还想着让吴氏和卢亚轩葬在一起，若他们真有感情，也算成全了他们。不过吴氏应该没有办法等3个月了，所以沈兰买了一副普通的木棺材。到了夜里，沈兰背着吴氏的尸体出城将他安葬了。吴氏灭门案看似告一段落，却总是感觉暗藏玄机。沈兰一时间也看不清这重重迷雾背后的真相，可她相信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，血债血偿。